唐肃宗年间，边境上唐军和西凉军各占一半，其中唐军的将军刘毅带领士兵们一起上阵，两军开始交战，所有人都开始厮杀。经过一番厮杀，唐军的气势依然高昂，西凉军队输了。刘毅将军与众多士兵们一起欢呼，共同庆祝属于他们的时光。另一边，皇宫中，皇上正在上早朝，外面有人回禀报刘毅打了胜仗，皇上十分的开心。听到刘毅就要准备回来了，皇帝连忙说要去接他和各位士兵，并要好好赏赐这些士兵。之后，皇上和各位大臣准备出门迎接。这时，玉妃来了，只见她对皇上撒娇。恰逢此时，刘毅的妹妹刘妃也来了。现在皇上的心思都在刘妃身上，他一恍惚，似乎看到刘妃手上抱着婴儿，但回过神才知道自己看错了。臣妾叩见皇上。免礼，当心肚子。只见刘妃挺着大肚子走了过来，皇上认为这个现象是上天给她的福气，所以就给这个还没出生的孩子赐了一个玉佩，然后嘱咐刘妃要好好休养。刘妃目送皇上后启程离开，一旁的玉妃就赶紧给她绊倒了。这好家伙，敢不敢再直接一点？刘妃摔倒之后，肚子里直流鲜血，旁边的太监赶紧叫太医。宣太医，快点宣太医啊！娘娘，快点！刘妃娘娘摔倒了。画面来到了寝宫里，刘妃艰难地生着孩子，十分痛苦。幸好最终孩子生了下来，是一个皇子，母子平安。玉妃听到母子平安，十分的生气，还说要去杀了这个孩子。是个男人。都给我下去！是。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这时，一个太监去跟刘妃说了玉妃的目的，刘妃十分的惶恐，便叫人将孩子送出宫去。同时，他还在孩子的后背刺了一个温字，名为李温。这千万不能让玉妃抓住。这个孩子刚被叶公公送走后，玉妃就到了。刘妃被玉妃逼得没办法，只能去撞柱子，最后头破血流。旁边的公公一摸，发现刘妃死了，这下要怎么办呢？可不能让皇帝知道了。公公便给玉妃出主意，说放火烧了刘妃的宫殿。下一秒，刘妃的宫里就火势浩大了。恭喜皇上，贺喜皇上！隔天早上，皇上与众士兵回来，他看到刘妃的宫殿被烧成一片废墟，感到十分的悲痛。玉妃还在跟皇上编造事实，但这时从废墟里走出了一个宫女，将一切真相都说了出来。公公说玉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皇上！现在不管玉妃怎么狡辩，皇上都不相信了。他十分愤怒地将玉妃抓起来打入天牢，还下旨去民间捉拿叶公公。不过这要行事低调，不能让人怀疑寻找的是皇子，才能保皇子的平安。这个告榜被叶公公看到了，却误以为是皇上要抓他，于是慌忙地逃跑了。只见他来到了一处荒凉的地方，这时一群蒙面人将他围住，要杀了叶公公。好在有一个叫薛浩的人出手相助，打退了这群人。但叶公公身中飞镖，就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将孩子托付给了薛浩，并叫他照顾好孩子。同时，叶公公还拿出了一个玉佩，希望薛浩到时候让这个孩子认祖归宗。说完就死了。薛浩回家之后，将孩子交给了妻子，并给孩子起名为薛平贵。他们十分的开心，还说自己生下的孩子有伴了。这对夫妻还是很善良的。几年过去，薛浩的妻子难产而死，生下的女儿叫做薛琪。之后，薛浩教薛平贵打拳、骑马，还让他读书。又过了几年，薛平贵已经长成青年模样。这天，几个师傅来到家中，但是等不到父亲，所以他们就约定3年后再相见。薛平贵有点担心，因为父亲从来不会迟到。今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此时薛浩受着伤跑了进来，原来他中了毒镖。薛平贵和薛琪都十分的担忧。
另一边，庙里迎来了3个千金，其中有王金串、王银串和王宝串。在上香的时候，王宝串突然有些头晕，方丈说便可以到里面去休息一下。王宝钏很快就睡着了，期间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他梦见天子跟自己相遇，而此人的模样正是薛平贵的样子。几个千金就要启程回去了，正在半路上，他们一行人却遇到了黑衣人的行刺，其中一个黑衣人将王宝钏劫走了，幸好这也遇上了薛平贵，但王宝钏却不小心落水了。薛平贵赶紧救起王宝钏，将他带到了一个山洞，然后弄了火堆给王宝钏取暖。王宝钏醒来之后，薛平贵让他到火堆边取暖，但王宝钏有些害羞，薛平贵看到了就赶紧背过身去，王宝钏这才赶紧烘干衣物。王宝钏心里想着，这个人还算好心，所以自己对他也渐渐有了好感，两人便开心地畅谈着。你？是你？我怎么了？怎么他跟梦里的人长得这么像呢？小姐。这时外面突然打了一声雷，王宝钏被吓了一跳，而薛平贵将他一把搂住，示意他不要害怕。好家伙，下意识就抱住人家，你确定没有其他心思吗？回过神之后，两人都有些小尴尬。薛平贵马上跟王宝钏道歉。虽说他是正人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处一个山洞里头，哎呀，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这时王宝钏对薛平贵的好感又加深了。话说你们俩这发展速度是不是太快了一些？妹子你也太单纯了，万一遇到有套路的海王呢？之后两人就开始要下山了，但山路太难走，又碍于男女授受不亲，薛平贵就想了一个办法。只见他用树枝拉着王宝钏，两人就开始下山了。到了山下，王宝钏说送到这儿就可以了。这时听到很多人在喊着王宝钏，原来是他父亲以及金钏丈夫一群人都在寻找王宝钏。王宝钏很快就和他们相聚，这时薛平贵才知道他居然是丞相府上的千金，于是十分的惊讶。是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3千金。正是，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薛公子，好在王宝钏及时跟薛平贵解释，说自己不是有意瞒着他的，还给了薛平贵一只簪子，让他以后可以拿着这只簪子去找自己。然后两人就在这边作别了，记住这个簪子，以后要考的。另一边，大街上女扮男装的西凉国代战公主和表哥走在一起，他们来到中原是想打探中原的情况，为了报复以前中原打败西凉的事情。两个人走着走着，两个乞丐迎面就撞到了他们一下，之后乞丐将西凉公主的钱包给偷走了，还好薛平贵发现了，然后就将钱包还给了公主。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失物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谢谢。随后薛平贵来到药店给薛浩抓药，但是遇到了魏豹一群人，还把薛平贵打伤了。好在代战公主和她的表哥把薛平贵给救了，然后把他带到了一个破庙。他给薛平贵治完病之后，两人赶路就要先走了。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快走。这留下薛平贵独自一人在庙里。话说人家一个病号，留他一个人在这儿不太好吧？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果不其然，两人前脚刚走，一群乞丐后脚就来到了庙里，就是当天被薛平贵识破行窃的那2个人。就在他们准备教训薛平贵的时候，却被乞丐的老大葛大人拦住了。薛平贵醒来之后，看到很多乞丐在庙里，他和乞丐聊得很好，十分的投缘。其中还有个名叫葛大的人，是他的乞丐头领。有个叫葛青的人懂得疗伤，于是就将薛平贵带回去治疗了。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是。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
薛平贵被乞丐们抬回去之后，见到了师妹薛琪。薛琪一见到是大夫，就赶紧带着众人进去了。葛青给薛浩治疗完之后，给他了一颗药丸。等薛平贵给父亲运完功后，薛浩吐出了毒血。薛琪本来十分的担心，但父亲说有些好转后，也就放心了下来。薛平贵和师妹都非常感谢丐帮的这些人。随后，薛平贵一人去送这些人。就在这段时间里，一群黑衣人直冲薛浩和薛琪，最后薛浩被一剑刺穿，鲜血直流，薛琪也被人打晕带走了。之后，这群黑衣人一把火将屋子给烧了。薛平贵和丐帮走了没多远时，其中一人看到了不远处冒着黑烟，这个方向就是薛平贵家的方向，大家便非常着急地往回走。但回去之后，看到房子的火势已经十分大了，他们找不到薛琪的人影，但找到了奄奄一息的薛浩。一旁的葛青说薛浩没救了，薛平贵十分的痛心。随后薛浩对薛平贵说出了他并非自己亲生的儿子，说他是一个叫叶星的人托付给他的。薛平贵十分的惊讶，自己怎么突然就变成不是亲生的了呢？薛浩还将他当时的信物给了他。交代完事情后，薛浩就离开了。众人非常的痛心。乞丐和薛平贵将后事办完之后，葛大问薛平贵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他说自己要去将表妹和薛琪救出来，葛大便邀请他一起进城。薛平贵答应了。之后，一群人来到了城门口，葛大嘱咐了薛平贵一些事后就分开了。薛平贵也顺利的进入了城中。喂，人都走远了。我只是越看他越投缘，真想叫他跟我们住在一块儿。什么？你要跟他一块住？莫非你是要跟他这个？魏豹将薛琪带到了自己的家中，还假装自己是薛琪的救命恩人，其实他是派人来将薛琪给抓来的。薛豹骗薛琪说自己会带他回去的，还给了薛琪一些药，这让薛琪十分感动，对他的印象也十分的好。妹子就是单纯的，还没体会过社会的险恶。看这个魏公子人挺好的，他不但救了我，还担心我个人安危，还要陪我回家看爹和大哥。另一边的丞相府里，丞相要将王宝钏嫁给魏豹，但王宝钏十分抗拒，坚决不嫁。其实把女儿嫁给魏豹是因为迫于魏府的压力，魏豹逼得很紧，丞相不得已才答应此事。但是看在王宝钏坚决不嫁的态度上，父母也只能作罢。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乐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看过画像，其貌不扬，女儿不要。魏豹带着薛琪回家之后，一回去看到的却是自己父亲的坟墓，薛琪痛哭不已。他下定决心要给父亲报仇，而魏豹在一旁假装十分生气地说：“怎么会有如此歹毒的人？”他一边骂杀死薛琪父母的人，一边安慰他，这让薛琪十分的感动，并且有安全感。果然呢，这是好演员。大哥，我能叫你一声魏大哥吗？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之后，魏豹提议让薛琪住自己的家里，薛琪便认魏豹为哥哥了。好好的一个妹子就这样上套了。这天晚上，魏豹又派人去杀薛平贵，还好被薛平贵给发现了。几个人厮打在一起，魏豹派去的几个人打不过就逃走了，薛平贵就赶紧追了上去。这时，魏虎让副丞相去捉拿代战公主，几个人一起厮杀了好久，直到代战公主的手臂上中了一箭，她便与表哥说要分开逃跑。这时，薛平贵遇到了代战公主，发现她受伤了，两人就躲在石头的一旁。碰巧被出来的王宝钏发现了，丫鬟小莲大喊一声救命，魏虎就带着士兵过来了。小莲，王小姐，是我，薛公子，是我，薛公子，薛公子，你怎么会？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受伤了，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哦，小姐，他们又来了。还好王宝钏反应过来，赶紧带着薛平贵进了房间。过了一会儿，王宝钏的父母就来找他了。王宝钏十分的着急，突然灵机一动，他赶紧将薛平贵和代战公主藏在了被窝里。等对付完父母之后，他就将两人叫了出来，事后与两人交流了一番，然后将他们赶紧离开。哎呀，小莲，哎呦，小姐，你进来怎么没声音的？害我吓了一跳。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他们走了。走了？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
离开后，薛平贵将代战公主带到了破庙，找乞丐头领葛大。葛青给受伤的代战公主上药，上完药后，代战公主就要离开，但是被葛大他们拦住了。他说现在城里很严，葛大就给他们出主意，叫他明天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混出去。晚上的时候，代战公主很冷，葛大就给了他们一条红布，让薛平贵和代战公主一起盖。这时，代战公主对薛平贵已经有些好感了，毕竟共患难过。隔天，薛平贵和代战公主伪装成乞丐，混在葛大他们里面，就这样溜出了城外。到了郊外后，代战公主用笛子吹了一声，就看到她表哥从远处骑着马过来，并牵着一匹马。要到分别的时候了，代战公主有些不舍，于是就给了薛平贵一个信物，叫他有空一定要到西凉去找自己。薛平贵答应了，但他现在还不知道代战是个女的。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你收下。话说这才多久啊，你小子就收了2个信物，桃花运也太好了吧。另一边的丞相府上，王爷回来后高兴地跟王宝钏说，皇上要赐给他凤冠霞帔，就是街上的抛绣球招亲。苏龙、魏虎十分赞同，但是有人提出，如果这个绣球接住的人是乞丐或者穷人的话怎么办？但圣旨又没办法抗拒，王宝钏只能说顺从命运。而魏虎对妻子说，难道还有人会抢得过自己的弟弟魏豹吗？画面一转，王宝钏的金钗被客栈老板扣下了，于是薛平贵前去索要，但是老板不给，他不相信这是丞相府千金送的金钗。薛平贵索要无果，只能离开。这时他看到相府上下在招工，就去应聘了。老板说要找一个有力气的，薛平贵说自己一个人可以干2个人的活，说完还将一旁的沙袋拎起来举到了头上。招工的看得十分开心，这样就可以节省1个人的工钱了。于是他马上录用了薛平贵。薛平贵在干活时被路过的葛大看到了，于是就上前聊了几句。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哎呀，佩服啊，佩服啊！你看看人家，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期间，葛大听到薛平贵说起金钗的事，便说要去找客栈老板理论，替他拿回金钗。而葛大和客栈老板理论的时候，遇到了小莲。小莲一看是小姐的金钗，就去问了情况，并问葛大关于薛平贵的下落。小莲打听到了薛平贵的下落后，就赶紧回去跟自家小姐说。之后，小莲跟王宝钏说了薛平贵的情况，还将2个乞丐给带了回来，现在正在门外等候，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它。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而相府的另一边，王银串从外面回来，拿着金钗说自己从来没这么丢人过。金串和自己的母亲一眼就看出这是王宝钏的金钗。这时王宝钏也过来了，并承认自己给了薛平贵金钗。此时王银串就在一旁冷嘲热讽，说薛平贵在外面打架惹事，然后用金钗拿去抵扣，还要他们自己去赎回来，十分的生气。而王母也说以后不要再跟薛平贵有来往了，这件事就这样算了。这样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嘛。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是，夫人。你到账房去一下。而后王宝钏来跟葛大见面，问了葛大之后，他知道了薛平贵的下落，于是就让小莲去找薛平贵。晚上小莲就将薛平贵带了进来，与王宝钏见面了。不料这一幕被魏虎看到了。你们2个，一个想抛绣球给他，一个想接他的绣球，那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嘛？是吧？哎呀，所以你们2个人的手啊，要再牵紧一点，这样子绣球才接得到嘛。此时王宝钏与薛平贵在花园见面，王宝钏对他说，他现在正在建这个楼，是为了给自己扔绣球而建的，自己希望薛平贵到时候也去抢绣球。2人在小莲的助攻下互相表明了心意，薛平贵也答应了要去抢绣球，最后2人依依不舍地分开了。小莲悄悄地将薛平贵给带了出去，但这时突然冲出来一群人，将薛平贵拦住了，然后全相府的人都出来了。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丫鬟，她做些什么事？哎呀，相爷夫人，其实小莲是啊，小莲，你这个小贱人！魏虎，哎，娘子。
他们审问薛平贵，小莲便跪下说是自己带他进来的，但王宝钏站出来说是自己交代小莲去叫的，他想要当面感谢薛平贵。此时大姐和母亲也在旁边说着好话，旁边的人都说这是王宝钏的救命恩人，于是丞相就相信了，最后还给了薛平贵赏了钱，但薛平贵不要这个钱，之后就离开了。随着王宝钏被父亲叫到书房，问他是不是喜欢薛平贵，王宝钏承认了。荒唐，简直太荒唐了！爹，宝钏呐，你是爹最疼爱的女儿，我和你娘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视你为掌上明珠般的疼爱着你。但父亲坚决不让王宝钏和薛平贵来往，还希望她嫁给万府之子，这样自己才有面子。可王宝钏说，如果绣球扔给了一条狗，那么自己将来就会嫁给一条狗。说完就离开了，这让父亲十分的生气。另一边，葛大他们请薛平贵吃饭，薛平贵说自己想要多赚点钱，以后好娶王宝钏，大家都很开心。这时张伟说，既然今天天气这么好，不如他们4个就结拜为兄弟吧。4人都很赞同，于是就对着天结拜了兄弟。老大为葛大，老二为薛平贵，老3为葛青，老4为张伟。这时薛琦跟着2个乞丐找到了薛平贵，2人终于见面了，紧紧相拥在一起。之后他们聊了起来，将自己的近况说了出来。但薛琦看到薛平贵和乞丐待在一起，十分嫌弃，还叫薛平贵不要和他们待在一起，这让葛青十分的不快。而后葛大将2人留下来好好说话，他们就先离开了。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你这当人家妹妹的说话怎么这么尖酸刻薄啊？我们这些叫花子怎么了？你搞清楚，你爹生病的时候，我们还去医治他。薛琦听说薛平贵要娶王宝钏之后，就让薛平贵和自己和王宝钏之间选一个，但薛平贵说自己心里只有王宝钏。薛琦听完就哭着跑开了。另一边，代战公主也回到了西凉，她回到大殿见到了父母，父母都十分想念代战公主，大家齐聚一堂，十分的开心。代战和丽娜2个小姐在大殿上嬉戏过后，父王就问起她去中原遇到的事情。代战说出了中原的一些事宜，父王都很认可。随后父王就说想要将代战公主嫁给凌霄表哥，但代战公主心里已经有人了，所以就回绝了。此时丽娜暗自开心，因为她对凌霄已经爱慕好久了。之后凌霄被西凉国王派去挂帅，代战有些不服气，就想要和凌霄比试一番。随后2人来到了擂台，只见2人在擂台上你来我往的，颇有几分架势，但代战明显不是凌霄的对手。不过代战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压凌霄，凌霄也不得不让着他，这就有点过分了，妹子。更过分的是，在此期间代战还使出自己的小聪明，那就是对凌霄撒娇。最后凌霄宣布认输，这谁难受得了啊？输赢不重要，妹子才重要。众人回到殿堂中后，代战被母后拆穿了，说是凌霄让着他。代战一听就不开心了，他坚决说是自己赢了。这丽娜也看到了，丽娜可以作证的。说呀。是，大王王后，刚才确实是代战侥幸赢了凌霄。随后凌霄说了以前的一件事，他提到了红鬓烈马，说当初很多人都想征服这匹马，于是都去骑这匹马，但这匹马的性子非常顽劣，每个人都被摔下马了。这时西凉国王还提到代战当初为了征服这匹马被狠狠地摔下马背的丑事，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代战也是羞红了脸，老爹呀，哪有你这么坑女儿的，人家不要面子的吗？公主小心之后凌霄建议这匹马进贡给大唐，来看看大唐有多少人能够驾驭它，看看他们的人才有多少。如果降服不了这匹马的话，就说明他们的兵力十分不足，西凉也就可以进攻了。于是大王派凌霄去给大唐进贡。这时一旁的代战说自己也要去，但是被拒绝了。王后说你才刚回来就要走，我还没跟你好好聊聊呢。看到代战如此积极的去要大唐，凌霄猜想他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吧？小子心思挺细腻啊，这都被你猜对了。另一边，薛琦被魏豹带去见了王银川。薛琦知道王银川是相府的千金后，就变得十分的恭敬。
妹子，你可真是势利啊！之前看到乞丐一脸嫌弃，现在看到有钱人又这么狗腿子。而后他说道：“薛平贵已经定过亲了。”王云串听完非常的开心。此时的薛平贵正在领工钱，领完钱后，这里的包工头送给了他几个包子，薛平贵非常的开心。感谢完之后，就开心的吃了起来。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哎，好好好，哇，好香！哎，怎么样？味道不错吧？好吃，好吃，好吃！谢谢工头大哥。哎，好，慢慢吃啊。好。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啊。好。总感觉这包子有点猫腻。果不其然，到了晚上的时候，薛平贵突然就肚子疼醒了。只见他连爬带滚地跑出去，怎料到了外面直接口吐鲜血。包工头看了之后非常害怕，而躲在一旁的魏豹对包工头说：“这是你给他吃的，所以是你杀了他。”说完就走了。包工头十分的害怕，就一直叫薛平贵不要来找自己，这就是所谓的做贼心虚吧。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哎呦！而王宝钏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薛平贵出事了，于是连忙让小莲去问包工头，结果发现薛平贵已经离开了。王宝钏和小莲都不放心，怎么会那么巧呢？于是就拿着薛平贵的画像到处去找他，但是他们依旧找不到。这天小莲找完无果，她回到桥上跟王宝钏说薛平贵还是找不到。王宝钏十分着急，他说薛平贵不可能直接离开的，因为他说过要接绣球的。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小莲，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哎呦，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于是叫小莲将全长安都要找一遍。另一边，葛青化着浓妆准备和葛大、张伟去找薛平贵，怎料不小心踢到了一个人，他要破口大骂时，却发现这个人竟然是薛平贵。几人都有几分惊讶，便赶紧带着薛平贵回到了破庙里。葛青赶紧拿着药给薛平贵吃，但薛平贵还是没有清醒的现象。葛青十分着急，张伟叫他不要太担心，然后接连煮了几天药，薛平贵依旧没有醒来。然后葛大从城里叫来了大夫，几个人将大夫抬出了城外，因为路途十分的遥远，周大夫便说自己开的药可能会非常的昂贵。葛大说没有问题，并叫几个人跟着大夫去抓药。有没有救啊？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嗨，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你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这天张伟去抓药，但却是空着手回来的，因为没有钱了，所以没能抓到药。大家便赶紧召集乞丐们去街上乞讨来给薛平贵看病。这帮乞丐也是不容易啊，看个病还需要乞讨众筹。这天葛大在大街上乞讨时被卫豹的人抓住了，葛大被暴打了一顿。卫豹询问他薛平贵的下落，葛大就瞎编了一个，然后试图逃跑，可是被卫豹发现了，于是他就将葛大打得鲜血直流，手都给弄断了。这就是所谓的兄弟情啊，打死我都不说，太感人了。张伟找到葛大的时候十分的，他立即将葛大救走了。此时薛平贵昏迷了很多天后终于醒了过来，葛青跟他说中了一种蛇毒，昏迷了很多天。好多了。哦，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我昏迷了好多天。是啊。这时张伟带着葛大来到了寒窑，葛青看到了葛大受了这么重的伤，一时间怒气横生，马上就带着竹子要去找魏豹报仇。只见葛青从竹子里拔出了一支箭，然后与他们扭打到了一起，不过很快他就被制服了。当葛青差点要被魏豹杀了的时候，薛琦及时出现制止了魏豹，之后葛青就被关了起来。另一边，王金钏跟自己的丈夫苏龙在聊天，问他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苏龙说薛平贵这个人谈吐温文尔雅，是个人才。于是金钏说王宝钏想要嫁给薛平贵，自己想要帮助他们两人，还让苏龙安排薛平贵参与接绣球。苏龙想着能有这样的好娘子也是自己的福气，所以答应了。两个人都是心地十分善良之人。你知道，岳父他从不着白丁之需，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此时张伟和乞丐兄弟们在大街上乞讨，又被一个叫大兰的人给打了。回去后薛平贵看到了，就问张伟发生了什么，张伟便说出了实情。他称前几天葛大被魏豹打了。
薛平贵得知后，赶紧去找葛大，又说出了葛青去找魏豹报仇的事情。薛平贵治好葛大的手后，就去找魏豹了。只见他和张伟来到了魏府门口，但是被看门的赶走了。他叫魏豹。魏豹？魏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回到破庙里，张伟说出之前给薛平贵看病的钱还没有还清，薛平贵十分的惊讶。一边的乞丐就出主意叫薛平贵去要饭。薛平贵心里想，张伟他们为了自己去要饭，自己也可以去当乞丐的。于是几个乞丐借给薛平贵乞丐的衣服，并在大街上教他怎么要当众乞求，但薛平贵感到十分难为情。话说这不是好手好脚的吗？就算是去做苦力，赚的钱也会比较安心吧。大爷，给点钱吧！我薛平贵堂堂7尺男儿，却要沦落在这街头行乞。这时又遇到了大猫，他说自己的地盘别的乞丐不能进来，十分的霸道。薛平贵看了之后，就将大猫暴打了一顿，大猫直接求饶。一旁的小莲看到了这一幕，便赶紧回去告诉了王宝钏。王宝钏不相信，就说要出去见薛平贵。之后他打扮成丫鬟的模样，偷偷溜了出去。但王宝钏看到了薛平贵的时候，薛平贵一见他掉头就跑。薛公子，二哥，小姐，小姐，小姐！你别走。哎，原来你叫小莲啊！你干嘛？哎，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王宝钏赶紧追了上去，并问薛平贵为什么见到自己就跑。薛平贵便说出了自己所遇到的事情。本以为王宝钏会嫌弃自己做了乞丐，但王宝钏却表示十分理解薛平贵。这么心善的女孩子，哪个男孩子都会喜欢的吧？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我不怕。因为饱受太多人的陷害，无可奈何到只能做了乞丐的地步，薛平贵心里苦，王宝钏却丝毫不嫌弃。薛平贵知道了王宝钏的心意后，就向她承诺自己会去抢绣球的。之后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但这一幕却被金钏和银钏看到了。银钏直接上前打了薛平贵，还大骂王宝钏。几人争执了几句之后，就将王宝钏给带回了府里。银钏一向是看不起穷人的，所以不希望王宝钏跟薛平贵在一起。回到家之后，母亲问王宝钏发生了什么事，王银钏就在一旁煽风点火，但母亲却偏向王宝钏。这时丞相回来了，母亲跟王银钏说这事不能让丞相知道，随后就将他给拉走了。金钏也将王宝钏给带走了，这件事还好没有让丞相知道。爹，你看看宝钏，她穿成什么样啊？宝钏，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回到房间后，金钏问王宝钏是否真的愿意嫁给薛平贵，王宝钏坚决说是的。期间他还说要去削发为尼，金钏赶紧阻止了他。听了王宝钏的话之后，金钏对他们的爱情十分感动，说自己愿意帮助王宝钏和薛平贵，王宝钏十分的感激。到了晚上，薛平贵准备去魏府救走葛青，他进入府后挟持了一个人，仔细一看，原来是薛琦。随后薛琦带着薛平贵进去找葛青，当时薛琦还在生气，所以不跟薛平贵一起走。小希，你听哥说，葛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薛平贵见劝阻无效，只能将薛琦强行拖走，但却在这个时候碰到了魏豹，几个人就打了起来。后来魏豹被打伤了，薛琦赶紧出手救了他，并且让葛青和薛平贵赶紧走。另一边，凌霄奉命要去中原，此时正在一处破庙里歇息，而代战和丽娜打扮成士兵的模样，也来到了破庙里。凌霄见状十分的惊讶，但对代战的执着没有办法，只能由着他和丽娜跟着一起去中原了。不过凌霄让代战答应自己几个条件，其中一条就是不能擅自离开。代战虽然不服，但还是答应了。不过按照这小祖宗的性格，估计没有那么听话。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好。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
晚上，代战给凌霄披了件衣裳，两人在夜色下谈话，氛围刚刚好。凌霄不禁对代战表白，说自己十分喜欢他，但代战却说自己不能喜欢凌霄，因为丽娜一直喜欢着他，所以自己不能喜欢凌霄。代战，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他还表达了自己十分喜欢薛平贵，不过代战又说，如果有一天打下了大唐，那么自己就会嫁给凌霄。凌霄听完十分的开心，之后代战又请求他试着去喜欢丽娜。这妹子的套路是真深呐，一开口就是老江湖了。随后，凌霄几个人来到了殿前，见了中原的苏龙。几番交谈下来，凌霄觉得苏龙在跟自己暗中较量。之后，苏龙就带着凌霄去见了丞相。凌霄说出自己此行来的目的。这次他们进贡了一匹红鬓烈马，还说这匹马十分的顽劣，很少有人能驾驭得了。魏虎听完十分的骄傲，说自己驾驭得了。凌霄便再次提醒说，这匹马十分的顽劣，可魏虎不信，非说要在练马场上试一试。同时还说道，让凌霄好好看看中原的人才，看这样子，虎兄弟是要打脸了。画面一转，魏豹和魏虎两人正在喝酒。魏虎对魏豹说，薛平贵还没有死。魏豹听了十分的惊讶，便说自己要去杀了薛平贵。但魏虎说，现在不是杀薛平贵的时候，他们现在有一件大事需要去做。西凉使者带来了一匹马，想看看中原有谁可以将这匹马驯服。魏虎说，皇上让自己去驯服，但自己可以将这个机会让给魏豹。如果驯服了这匹马，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赏赐。两人十分的开心。啊，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好，宝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3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你们这两兄弟想的也是真美呀！要是那么好驯服的话，人家也不会前来挑衅了。这天，众人来到了练马场，准备试一试这匹马。首先上场的是魏豹，但魏豹上去没多久，就被这匹马直接摔了一个狗吃屎。魏虎看到自己的弟弟摔了下来，便亲自上阵准备降服，但最终还是被甩了下来。紧接着，苏龙也上马，依旧被摔了下来。皇上看了之后，觉得脸上十分没有面子，便对凌霄说，将马给关起来，3天后再来驯服。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在！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是。3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此时的寒窑里，薛平贵正在外面练剑，一套剑下来，看得葛青和张伟连连叫好。这时，张伟就让薛平贵教自己练剑，但张伟的拳十分狡猾，被葛青取笑了。葛青就说让自己来，两人便开始打起了拳。这也让薛平贵陷入了回忆，想起了自己和表妹练剑的日常，回想起薛浩似乎要自己娶薛琪，但自己只对王宝钏有情。另一边，丞相在今日的练马场里丢了人，回府后就十分的不开心，一直喝酒。一旁的金钏和银钏都来劝他，但丞相还是十分的忧愁。这时，银钏上前抢了丞相的酒杯，并对他撒娇。丞相说，都是因为魏虎，在一旁夸下海口，说自己可以驯服。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4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但是他也知道这匹马十分的古怪。这时一旁的银钏也赶紧出主意说，看看哪个将军可以驯服这匹马。丞相表示同意，还准备明天就去给皇上上奏，去民间贴告示，号召可以驯服这匹马的勇士，千万不能被西凉的使者看了笑话，而且这关乎到国家的安全与面子。丞相回来后也一直喝着闷酒，银钏和金钏就在一旁劝阻。这时银钏出了一个主意，说赶紧问哪个将军能驯服这匹马。丞相便说要在民间召集能够驯服这匹马的人，不能让皇上丢了面子，也不能让自己的国家丢了脸。苏龙和王宝钏说起了今天发生的事情，还说要让西凉让中原驯服的这匹马的目的。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道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这匹马的性子
真的这么烈吗？他想试探大唐的人才，这让王宝钏十分惶恐。这时丞相出来了，他问王宝钏是不是还想着薛平贵。王宝钏没有否认，这让丞相十分的生气。他嫌弃薛平贵是一个叫花子，所以直接叫王宝钏不许再和薛平贵见面。王宝钏便问父亲，如果绣球被薛平贵接住了怎么办？丞相就说，如果皇上要求的话，那么自己就同意薛平贵娶她。这里应该是个伏笔了，看来他们俩的婚姻只能让皇上亲自赐婚了。宝钏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此时的魏府里，魏豹自从在马背上摔下来之后，就一直在养伤，而薛琦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期间，薛琦问魏豹是不是喜欢王宝钏，魏豹直接承认了。没想到薛琦的脸色瞬间变了，但是没有被魏豹发现。他还违心地说王宝钏人很好。话说妹子，你之前不是还吃薛平贵的醋吗？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另一边，丞相对王宝钏一直心系薛平贵一事十分的烦恼，于是吩咐魏虎在彩楼招亲那天不许薛平贵进去。怎料银串一听便说，直接杀了薛平贵就行了。这妹子是真的狠心呐，不仅嫌贫爱富，还手段狠毒。但丞相说，如果直接将薛平贵抓起来的话，依照王宝钏的性格，肯定会去官府报案的，到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的，自己的脸面也会挂不住。看来这个老爹比较了解自己的女儿啊。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随后魏虎出主意，说到了彩楼招亲那天，为了京城的安危，可以下令不许乞丐进入，并且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出现的话，就可以治他的罪。丞相听完很是赞同，而这段话恰巧被门外的小莲听到了，于是他十分惊恐的就离开了。而后小莲赶紧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宝钏，王宝钏得知之后非常的着急，小莲又赶紧叫大姐和苏龙帮忙。大姐表示自己和苏龙一定会尽全力帮助王宝钏的。王宝钏瞬间安心了许多，话说这小莲不错呀，搞得跟自己的爱情一样。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大姐，你说。彩楼招亲，天定姻缘。此时薛平贵一个人去了薛浩的坟前，诉说着自己这阵子所发生的事情，并说起了王宝钏的事。他还在地上写了王宝钏3个字，然后离开了。怎料薛平贵刚走，薛琦就过来了，看到了地上的字，他十分的伤心。自己的一哥被王宝钏勾走了心，他喜欢的男人也被王宝钏迷住了，难道这妹子后面要黑花吗？画面来到了丞相府里，母亲和王宝钏还有王金钏一起在欣赏着皇上御赐的绣球。王宝钏也换上了十分亮丽的凤冠霞帔，也是皇上御赐的，十分的美丽。丞相旁敲侧击地说，今天会场会层层戒备，而王宝钏希望王金钏陪着自己去，只要王金钏一个人去，丞相就答应了。在彩楼的现场，官兵戒备十分严格，葛青和一群乞丐掩护着薛平贵进去。几个人进去之后，赶紧分配合作。薛平贵也赶到了现场，但薛平贵却被官兵们拦在了外面。此时时辰已经到了，王宝钏十分的着急，薛平贵还是进不去。而王宝钏迟迟不抛绣球，让底下的人一直嚷着说赶紧抛。这时魏虎在王宝钏的旁边一直催着，甚至还带着威胁的语气。他威逼他抛下绣球，这时王金钏便出来说，让王宝钏先休息一下。小莲趁机出来就找薛平贵，想着办法偷了一张请帖，然后马上就给了薛平贵。苏龙也出来帮忙，薛平贵总算是顺利的进去了。随后小莲进来告诉王宝钏这个好消息，王宝钏瞬间就放心了，立马就要开始抛绣球了。只见绣球一抛，现场十分的混乱，魏豹和薛平贵两人不分上下，在一次又一次的打斗下，最后薛平贵稳稳的打住了。
众多乞丐都来为薛平贵庆祝，场面十分的开心。但这相府里，丞相却十分的生气，并训斥魏虎办事不力。这时银川站出来为魏虎求情，还诬陷王宝钏应该是把薛平贵给藏起来了，导致丞相的怒火又上来了。爹，你就让魏虎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起来吧。谢岳父。此时葛大一群人簇拥着薛平贵来到了丞相府门口，大家都十分的开心，但只有葛青一个人在一边闷闷不乐。张伟便对薛平贵说，葛青其实是失恋了。他还说道，葛青其实是一个女的。薛平贵听到之后突然觉得十分的惊讶，但是他又赶紧来安慰葛青。这时薛平贵刚好被丞相府的人给叫了进去，于是与葛大他们作别。薛平贵进来面见丞相一行人，丞相直接一句话给他一个下马威。银川和魏虎也在一旁煽风点火，一个劲儿的侮辱薛平贵。虽然王宝钏的母亲在一旁圆场，但银川说的话太刻薄了，更是直接说将绣球留下，人可以直接走了。薛平贵更理直气壮地跟众人理论，说这个绣球是自己抢到的，他是王宝钏的第一任丈夫，如果自己走了，说明王宝钏还要再抛一次绣球，还要再去选第二任丈夫。这段话直接展现了他的口才和勇气，为你鼓掌。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抛，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钏还得再抛一次绣球？这时王宝钏来了，两个人含情脉脉的对视。王宝钏直接说自己就是要嫁给薛平贵，并祈求丞相答应。娘，女儿待会儿再给你请罪。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薛平贵他接到的。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丞相不得不松口，然后叫王宝钏先进去。王宝钏只能先进去，等王宝钏离开之后，丞相便开门见山地给了薛平贵100两金子。他说是要作为交换，把绣球还给他。这要是换作现代，给你500万，离开我儿子，是一个道理吧？直接拿钱砸呀！但薛平贵是贪图钱财的人吗？显然这是不是的。只见薛平贵冷笑了几声，还直接反问：是这绣球值100两金子，还是王宝钏值100两金子，或者说是丞相的信誉值100两金子？这几句反问直接戳中了丞相的心，厉害呀兄弟！会说你就多说点。随后薛平贵将绣球扔给了丞相，然后拿起了旁边的金子。一旁的银川正要讽刺他时，下一秒却看到薛平贵将金子给倒了，说这些金子买不到他的傲气，说完就直接走了。丞相看到薛平贵离开了，知道自己得逞了，然后就吩咐魏虎把魏豹叫过来，让魏豹来娶王宝钏。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钏嫁给魏豹啊！小婿多谢岳父。此时王宝钏在房间里十分的着急，她跟母亲和金钏在一旁等着。王宝钏一直心神不宁，几次想要冲出去看看什么情况。母亲本来不理解王宝钏为什么要嫁给一个乞丐，但一听到王宝钏的决心之后，就选择了尊重她的选择。这时金钏在一旁对王宝钏嘱咐说，一定要让薛平贵好好孝顺母亲，在府上要小心行事。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薛平贵已经走了。另一边，薛琦扶着受伤的魏豹，并十分生气地斥责薛平贵。话说妹子，哥哥和男朋友之间，最终你还是选择了男朋友啊，终究还是薛平贵哥哥错付了。没什么可说的。威尔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雪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就算找到他也已经晚了。这时门口传来了魏虎的笑声，他对魏豹说出了薛平贵离开的好消息。魏豹马上就跟着魏虎来到了丞相府里相见，几个人十分开心的互相贺喜。小莲见状，赶紧将薛平贵被赶走的消息告诉了王宝钏，还说丞相要让魏豹娶她。王宝钏听完了之后，直接冲了出去，就连母亲和金钏阻拦都没有用。只见王宝钏来到了大厅，直接拒绝了这个婚事，还拿出了皇上来压丞相，但丞相还是不同意。几个人当场就吵了下来。王宝钏坚定地说，自己的绣球扔给谁就嫁给谁。丞相便气地说，王宝钏如果要嫁给薛平贵，那么就滚出相府，从此与他断绝关系。但王宝钏并不害怕，仍然坚定地说自己除了薛平贵谁也不嫁。天大的荒唐！
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爹爹息怒。于是他和丞相击掌为誓，两人内心都十分的伤心。丞相给王宝钏一次机会，说如果愿意嫁给魏豹，那么自己会原谅他。他期待王宝钏的回头，但王宝钏却忍着内心的悲哀，还是坚定地和丞相完成了击掌。从此，王宝钏便永远地离开了丞相府，从此不再是相府的女儿，场面十分的悲伤。小莲也在地上跪求丞相开恩，但是都没有什么用。那么王宝钏真的要离开相府了吗？她和薛平贵能成功的在一起吗？我们继续往下看。只见王宝钏脱下了皇上赐的衣服，穿上了一身朴素的衣服，对着丞相叩了3个头之后，他就离开了。王宝钏拿着自己的包裹踏出大门之后，很多下人都依依不舍。三小姐，三小姐，走出这个大门，以后我王宝钏就不是相府三小姐了。他出了城门，想要去寻找薛平贵，但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怎么走。此时的相府里，王宝钏的母亲刚醒来，小莲就进来说王宝钏被丞相赶走了。夫人十分的伤心，便对来看望自己的丞相捶胸顿足，问他为什么要赶走王宝钏。怎料丞相说王宝钏不要他们，几个人都沉浸在了悲痛之中。丞相更是表示以后谁都不能去看望王宝钏。另一边，王宝钏一个人走到了武家坡路口，他看到了葛青一人在一旁，于是便问葛青。葛青马上就认出了王宝钏，于是带他来到了寒窑，让王宝钏和薛平贵两人相见。终于见面了，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但薛平贵说自己不配，然后就跑开了。王宝钏赶紧追了上去，向薛平贵说明了自己的情况，称他已经和丞相脱离了父女关系。你不用再想着我，你不用再担心见不到我。我是追你而来的。薛平贵十分惊讶，问王宝钏是否准备好和自己吃苦。王宝钏坚定地说她自己愿意，两人再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这时草丛里传来了喝彩声，原来是葛青几人在为他们的爱情喝彩。一群人还开始跳起了舞，唱起了歌，好不热闹。话说你们几个偷偷听人家小情侣说话，是不是不太好啊？但是今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光凭这一点我认输了，我输给三小姐你了，所以我决定把贵哥让给你啦。此时魏豹正在喝酒消愁，他想起了抛绣球那天自己输给了薛平贵以及王宝钏拒绝自己之事，他十分的愤怒，还生气地摔了杯子。薛琦看到了就很好奇，魏豹现在应该在相府里才对呀。看到魏豹这副模样，薛琦赶紧抢下了他的酒杯，让魏豹不要再喝了。魏豹无处发泄，只能将气都撒在了薛琦身上。他执意地表示自己就要王宝钏，将薛琦气走了之后，他自己又开始喝起了酒来。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她不肯嫁给你啊。另一边，薛平贵带着王宝钏参观寒窑，几个人苦中作乐，十分的有趣。而小莲一路寻找王宝钏，走了很久才看到了武家坡的牌子，然后一路走了进来。只见他来到了寒窑门口，却发现没有人。这时两个乞丐出现在了小莲面前，这两个人色眯眯的。就在他们要对小莲上下其手的时候，张伟出现了，打跑了这两个人，并认出了小莲。然后他将小莲带进了寒窑里，与王宝钏相聚。这丫鬟也是够忠心的，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与小姐相见。寒窑里的葛青将自己的嫁衣给了王宝钏，两人十分的和谐。葛青也真心的祝福王宝钏和薛平贵。这时小莲终于和王宝钏见面了，她诉说自己一路的辛苦，她一直担心王宝钏的衣食住行，但王宝钏叫小莲放心，她说薛平贵这些朋友让自己很开心，然后就叫她赶紧回去照顾母亲。这时葛青打断了小莲的哭哭啼啼，叫她先加入薛平贵和王宝钏的婚事。明白你的心意，只是……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难过了。今天是贵哥和二嫂的大喜之日，你说你叫小莲吧。哎，你来的正好，刚好参加二哥和二嫂的成亲之礼。
此时薛平贵戴上简单的礼花，而王宝钏简单的盖上了红盖头，然后穿上了葛青给的衣服，两人就开始拜堂了。夫妻对拜之后，葛青一群人就开始起哄了，场面一片欢腾。随后葛青将早已准备好的酒菜拿出，让大家好吃好喝，大家都欢呼了起来。拜堂结束后，王宝钏便让小莲赶紧回去，可小莲一直在哭泣，舍不得离开王宝钏。但是最后还是依依惜别了，毕竟老夫人还在家里需要照顾。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小莲回去后就把王宝钏的情况告诉了夫人，夫人一听差点又晕倒了。她打算明天去看望王宝钏，但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理由。这时金钏和苏龙也来了，夫人赶紧跟金钏说自己明天要去看王宝钏，并给她盖房子。但是这被苏龙和金钏制止了，他们怕到时候丞相知道了会更加的生气。于是几个人都在烦恼着要如何出去帮助王宝钏。薛平贵打算考取功名，并拿出一直带在身上的玉佩。王宝钏一看这玉佩的质地，就知道价值不菲。孩子的衣服，你怎么会有？所以他猜想薛平贵的身世应该是官宦之子，真是个聪明的姑娘啊。两人说完话就开始准备圆房了。另一边，魏豹喝得烂醉，薛琦一看魏豹还在喝酒，就把他扛上了床。可魏豹恍惚间将薛琦看成了王宝钏，所以就将薛琦占为己有了。妹子，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心里有着王宝钏，你怎么就不能拒绝呢？是你对不起我！干什么？放手！是你对不起我！干什么呀？是你对不起我！放手！大哥，要干什么？是你对不起我！放开我！是你对不起我！早上起来的时候，薛平贵看到王宝钏不在，于是赶紧出来找。结果一看，发现王宝钏正在洗被子，他很心疼王宝钏，于是叫他不要干活了。但王宝钏却说没事。这时，葛青、张伟一起准备早餐，和王宝钏一起吃。吃完，葛青对王宝钏说：“他们门前有一片地，但不管种什么都不行。”王宝钏便说：“应该想想办法，不能天天到街上乞讨。”看来他们这对乞讨的人是要开始改变生活了。此时，王宝钏正在生着火，但许久都没有生好。葛青就赶紧过来帮忙，轻轻松松地生好了火。他还教王宝钏炒菜，王宝钏想帮葛青拿盆子，但是这个火盆子烧得滚烫，他一把拿起来就被烫伤了。葛青看到之后，赶紧给王宝钏的手上药。菜炒好之后，葛青和王宝钏就将菜端了上来。期间，葛青说王宝钏的手受伤了，薛平贵十分的心疼，他又一次上了药，还要喂王宝钏吃饭。我都忘了，来，我喂你。啊，我自己来。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另一边，薛琦被魏豹强行占有醒来，得知魏豹是将自己当成王宝钏后，就更加绝望了。随后，薛琦离开了魏府，去了树林，准备上吊。但是这时魏豹把他给救了回来。薛琦醒来的时候就质问他为什么要救自己。魏豹这时便说自己会对他负责。薛琦也终于表达出了自己对魏豹的感情，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但魏豹其实是想报复薛平贵，他抢了自己的王宝钏，那么自己就抢占他的妹妹。可怜的薛琦被利用了还不自知。而西凉那边，代战和凌霄回去汇报，他和丽娜差点被父母王后惩罚，好在凌霄在一旁说好话，母后才肯罢休。这一路之上，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代战啊，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保护你、照顾你。代战和凌霄汇报大唐的情况，说大唐现在没有什么人才，正是攻打的好时候。凌霄还说南诏国现在蠢蠢欲动，等到南诏攻打大唐时，大唐刘义将军肯定会出征。等他出征的时候，西凉再次出手攻打大唐，那就是最好的时候了。
父王和母后听完，都夸赞凌霄是一个国家的勇士和军师。另一边，丞相夫人和金钏他们在大厅等着王宝钏回门，但银钏和魏虎却在一旁讽刺：王宝钏已经不是相府的女儿了，不可能会回门的。金钏心疼母亲，就叫她先进去了。后来，银钏夫妇质问苏龙夫妇，那天是不是他们将薛平贵放进来的？苏龙夫妇承认了，几个人就争吵了起来。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后来银钏跟金钏打赌，今天王宝钏会不会回门。此时王宝钏在寒窑里有心事，他心想着今天是个回门的日子，虽然自己已经不是相府的人了，但又害怕母亲一直等着自己。薛平贵看出了王宝钏的心思，就带着他去了相府，用一辆推车一直推着王宝钏到了相府。在相府门口，王宝钏让2个门卫进去通报夫人，但出来的却是银钏夫妇。他们对王宝钏一顿讽刺，说的话十分难听，最后将王宝钏给赶走了。薛平贵便对魏虎说，他们早晚会有报应的。此时的相府里，夫人提到了王宝钏，怎料丞相一听到宝钏的名字就十分的生气。夫人等了很久，还是没有等到王宝钏，便十分伤心的和无奈。金钏赶紧安慰说自己出去一趟看看情况。画面来到了寒窑里，薛平贵在干着农活，王宝钏在一旁递给他水喝。他们的生活忙碌且充实幸福。王宝钏还对薛平贵说，要不然接薛琦回来住吧。于是薛平贵下午就来到了魏府，只见薛琦穿着一身靓丽的衣服出来，薛平贵十分的惊讶。薛琦就跟薛平贵说自己已经嫁给了魏豹，让他和王宝钏好好生活，不要再来打扰自己。回去之后，薛平贵和王宝钏就过上了忙碌又幸福的小日子。这天，葛青和几个乞丐进城乞讨，怎料葛大突然肚子痛，于是马上蹲在旁边开始行测。于是张伟就去找纸，张伟看到掉下来一张黄布，便直接拿给了葛大擦了。话说你们真是一点都不讲究啊，一个敢拉，一个敢擦。老大，让开！黄榜呢？这时官兵们过来看到黄榜不见了，张伟就交代说自己拿黄榜擦屁股了。而后官兵们直接将葛大和张伟抓了起来。来审问的是魏虎，他本来要弄死葛大的，但后面的一个小将给魏虎出主意，说不是要将薛平贵弄死吗？那么可以叫薛平贵来驯服红鬃烈马，倘若驯服不了，就能治他的罪了。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2个人回去一个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鬃烈马。魏虎听完之后觉得有道理，便叫张伟去告诉薛平贵这个消息。话说你们真是神助攻啊，这下薛平贵可以开始建功立业，认真搞事业了。薛平贵一听葛大出事了，就立马答应到马场驯服红鬃烈马。此时苏龙也赶来了，他担心薛平贵的安全，便嘱咐他驯马时要小心。此事我已查明，这黄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2位兄弟毫无关系。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黄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魏虎，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果然，薛平贵靠近这匹马的时候，这匹马十分的暴动。于是薛平贵对他几次抚摸，等马儿安静下来之后，薛平贵就上马。但是，一上马，这红鬃烈马又开始躁动了，十分的桀骜不驯。僵持了一段时间后，红鬃烈马终于乖顺了下来。显然，马已经被薛平贵驯服了。你停下来了。旁边的士兵们见状大呼，还纷纷拥护薛平贵。下马后，魏虎很不服气，便让薛平贵骑10里路才算成功。苏龙说也要跟着看一看。只见薛平贵骑出去之后，居然遇到了飞镖行刺，好在他躲掉了。此时葛大一行人去找薛平贵，却偶然看到了魏豹穿着夜行衣在树林里行走，而后又看到了飞镖，于是猜想是魏豹想要暗算薛平贵，几个人便赶紧去寻找薛平贵。哎，大哥，我告诉你，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魏豹，他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啊？哎呀，我就不懂了，魏豹没事跑来干嘛？就是啊。哎呀，不管啊！要是贵哥在1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
这时薛平贵带着马儿逃跑，结果走到一半，马儿不走了，原来他被飞镖射中了。薛平贵便赶紧给马儿敷上草药，并包扎起来。一顿抚摸之后，他与马儿成为了好朋友，一路牵着马儿走。苏龙寻找无果，只能回到马场，说薛平贵跑了10几里路未曾落马，但魏虎却不相信。魏虎怀疑魏豹办事不力，担心这个将军之位被薛平贵得逞。1个多小时后，薛平贵还是没有回来，苏龙便说要延长时辰。魏虎本来要拒绝的，但苏龙拿国家安危来压他，魏虎只能答应。看来暴力已经得手了，薛平贵，我就信你有命去，没命回。哎呀！此时，薛平贵被葛大他们找到了，他们告诉薛平贵魏豹行刺的事情。薛平贵心里想赶紧回去。另一边，魏虎来到了相府上，在丞相面前污蔑薛平贵，说他桀骜不驯，目中无人，还说他一点不稀罕相府的一切，降服了马儿是他自己的功劳，跟丞相一点关系都没有。丞相听完十分生气，魏虎见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又暗示丞相要杀了薛平贵。话说你这挑拨离间的功夫实在是厉害呀！这时苏龙回去跟金钏说这个好消息，金钏十分的开心与欣慰，但苏龙却说薛平贵还没有封为神威将军，因为魏虎刁难他，要他骑着马走10里路不落地，还透露了期间魏虎派人去暗杀薛平贵一事。金钏很是担心，并训斥了魏虎。话说金钏苏龙夫妇心肠是真的好啊，他就不会回门，我们不帮他，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只要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天黑的时候，薛平贵和葛大等人终于回来了，士兵们就给薛平贵抓了起来。画面来到了丞相府上，魏虎又给丞相出主意，说可以派人到牢中给薛平贵杀了。丞相同意这个做法。此时的大牢里，黑衣人进来要刺杀薛平贵，好在他被苏龙救了。穿着黑衣服的魏豹回府时，意外的被薛琦撞到了。见魏豹这一身穿着，他就问了几句，结果不小心看到魏豹的手上有一个牙印，原来是行刺的时候王宝钏和葛青赶来了。王宝钏看到苏龙和黑衣人在对抗，就上前握住了魏豹的手。魏豹一顿，王宝钏立马就咬了上去，一点都不留情。好家伙，我打不过你，还咬不过你吗？而后王宝钏到大牢中去看望薛平贵，并表示十分的担心，同样也很感谢苏龙的帮助。而西凉国那边，大王派凌霄、丽娜和代战公主一起去攻打大唐。出发前，国王为代战和凌霄订婚，丽娜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没有任何办法。很快就开始出征了，众士兵都气势昂扬。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等一下，表哥，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戴呢？此时的相府里面，丞相知道了魏虎刺杀薛平贵没有得逞，原来是被苏龙搅和了事情，于是他就训斥了苏龙。这时银钏在一旁出主意，故意挑拨离间。是啊，爹，明日早朝你要奏请皇上，请他不要把红鬃烈马赐给那薛平贵，也别封他为神威将军，否则咱们所做的一切将前功尽弃。丞相便说明天就在皇上面前奏薛平贵一本。这丞相也真是的，你就没有自己的主见吗？能驯服红鬃烈马的人才，你竟然还看不起？这时夫人带着金钏、苏龙过来了，他得知昨天薛平贵被刺杀的事情后，就跟丞相说要帮助薛平贵，但丞相却说薛平贵目中无人，坚决不答应。苏龙赶紧帮忙说话，表示薛平贵一路并没有落马，来得晚只是因为有人暗算了他，马儿受伤了，薛平贵自己牵着马回来的。小婿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小婿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红鬃烈马脚程快，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婿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落马。但话还没有说完，外面的人就来报说西凉士兵已经在攻打玉门关了。画面来到了城门外，很多西凉士兵开始进攻，还有新型的武器，让城内的士兵有些支撑不住了。上早朝时，皇上和众大臣商议怎么派兵去对付西凉的进攻，丞相就提议让魏豹、魏虎前去挂帅，但是有人提起了薛平贵驯服了红鬃烈马，便建议将薛平贵封为神威大将军，并挂帅去打仗更合适。这时候的丞相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只见他出来花言巧语了几句，导致皇上没有马上封薛平贵为大将军。与领兵之事，
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启禀皇上，此人行与不行，不妨招他来一见便知。而是让他骑着红鬃烈马作为开路先锋，魏虎则作为副将，苏龙为西平大将军。好家伙，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此时王宝钏在寒窑里绣花，葛大便进来叫他出去。王宝钏一出去就看到了薛平贵穿着军装，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两人依依不舍地说着话，但薛平贵即刻就要走，王宝钏既不舍又担心他的安危。大哥，你不是说这事儿让二哥自己跟二嫂说吗？你怎么又说出来了？哎，不对呀，不是才封了什么神威大将军吗？那怎么刚做了将军就要去打仗了？薛平贵叫王宝钏在寒窑里等着他，如果受不住的话就回相府去。没想到王宝钏直接下跪对天发誓，一定会等着薛平贵回来。薛平贵怎么都想不到王宝钏会如此发誓，于是两人再次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话说有这样一个懂事专情的夫人，夫复何求啊？王宝钏还说要给薛平贵做一些菜，出来后葛大他们也来安慰王宝钏，葛青还叫王宝钏做饭为薛平贵送行。画面来到了魏府里，魏虎、魏豹两兄弟在庆祝可以出征了。这时候银川和薛琦来了，不过银川和魏虎竟然吵了架，银川十分的嚣张，魏豹就赶紧为魏虎说好话，两人这才回去。你们三姐妹里边啊，你爹娘最疼的是王宝钏，第二疼的呢是王金钏，而你啊，你爹娘最不疼你。你说的什么话？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留下魏豹和薛琦依依惜别，魏豹承诺自己回来一定会娶薛琦的。话说娶了又有什么用？你现在心里装着别人，干嘛还要祸害人家小姑娘？晚上，王宝钏做好了菜，薛平贵一群人围在一起吃饭，但饭桌上的气氛有些低沉，毕竟要出征并不是什么好事，薛平贵又是开路先锋，危险得很。薛平贵叫王宝钏坐下来吃饭，葛大跟薛平贵喝完酒后就识趣的离开了。这留下的王宝钏和薛平贵两人，王宝钏其实很担心薛平贵的安危，薛平贵就一直安慰他，最后两人相拥入睡。隔天早上，王宝钏一直拉着薛平贵的手不舍得放下，葛大和葛青一旁也在为他们的离别感到十分伤心，竟一同的哭了起来。大哥，你让去送，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靠过去？这画面呢，莫名觉得有点好笑。王宝钏最后说，只希望薛平贵能够平安回来，然后相拥在一起。王宝钏送走了薛平贵很远的路，还是依依不舍。但时间紧迫，薛平贵说某时一刻必须要点兵了，自己必须赶路了，然后对着王宝钏说出了最坏的打算，说西凉的人才很多，武功高强，自己可能会去个3、5年，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劝王宝钏回到相府。这让王宝钏更加害怕了，她坚决不会回相府，两人再一次相拥在一起，哭成了泪人。之后，薛平贵一具备马就开始要赶路了。他看到王宝钏一直拉着自己，难舍难分的，便一直劝他放手，但王宝钏始终不肯。最终，薛平贵无可奈何，只能将王宝钏捏着自己衣服的那一角用剑给砍掉了，然后自己骑上马儿就离开了。两人都哭成了泪人，最后王宝钏还直接哭晕了过去。多么感天动地的爱情啊！谢了，谢了。画面来到了军营里，魏虎和魏豹又在计划怎么整治薛平贵。魏豹建议提前击鼓治薛平贵迟到的罪名，随后魏虎直接提前半个小时敲3通鼓，还买通了程副将，诬陷薛平贵是敲鼓后才到的，这导致薛平贵一到就被抓了起来。当他们准备将薛平贵斩首时，苏龙及时赶到制止了众人。之后薛平贵和魏虎就争论了起来。话说这苏龙啊，真是及时雨，救薛平贵好几次了。魏虎，你还知道我是元帅？本帅说了，绝对不可以，还未出发就先斩先封官。可是元帅，苏龙还是向着薛平贵的，但现在说大军还没有出发，所以不算迟到。魏虎当然是不服的，于是苏龙下令撤掉了薛平贵先锋官的职位，让他和程刚调换职位。
由程刚担任先锋官，薛平贵去押粮。其实苏龙非常聪明，表面上是撤了薛平贵的职，实际上是保护了他的安全。本帅已经下令，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你暂时押运粮草，要好好的押运，等有了功劳，本帅自会酌情调整。另一边，王宝钏醒来后，听说薛平贵的队伍刚准备出发，他便决定要去送自己的爱人，就算是远远看一眼也可以。于是葛大就和葛青陪着他赶路，但是到了大街上没有看到薛平贵，他十分的失望。画面一转，代战公主挂帅在军营里，凌霄进来为他描述大唐的动静。只见丽娜拿着大唐的地图进来，代战说下一个就要攻打长安。丽娜夸奖代战有勇有谋，还调侃起了他。几句玩笑话后，他们就开始研究战略了。好了，表哥，这儿又没外人，你就不要夸我了。其实呢，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不论武功还是计谋，我离你还差得远呢。元帅。随后，代战带领着士兵一起攻打大唐各个地方，都取得了胜利，十分占优势。此时的相府里，夫人想要和金钏去见王宝钏，结果被银钏知道了，便说自己想去看看王宝钏。他还假惺惺地表露出自己多关心他，夫人没有办法，只能让银钏跟着去了。期间，夫人还透露出自己这次是想要带着王宝钏回来的。银钏在内心冷笑了一下，话说姑娘，人家可是你的妹妹啊，你这么对待她，真的好吗？随后，众人来到了寒窑，夫人和金钏看到王宝钏住的是寒窑后，感到十分的不可置信。他们都十分心疼地看着他，几人瞬间哭成了一片。而银钏在一旁还是用讽刺的语气说话，竟然还说了一些不吉利的话，导致金钏根本听不下去了。他说：“如果再说这些话，那就请你离开这里。”银钏听完瞬间就老实了，看来还是大姐有威严呐。众人进入寒窑后，夫人十分的心疼，银钏则挑剔着王宝钏给的东西十分寒酸，冷言冷语的。王宝钏，你拿什么破东西给我喝呀？这杯子上有缺角，你不怕我割伤了嘴吗？二小姐，我们小姐这里的杯子已经不多了。后面她因为不小心自己摔倒了，竟如同泼妇一样叫了起来，嚷嚷着说要回去了。送走了银钏之后，夫人和金钏终于能和王宝钏好好说上话了。他们劝王宝钏回相府，但王宝钏说自己已经发过誓了，她是不会回相府的。夫人和金钏十分着急，金钏还急着哭了起来。夫人便说自己也不走了，要和王宝钏一起吃苦。王宝钏很无奈，甚至下跪求母亲赶紧回去。最后没办法，王宝钏只能先答应和母亲回去，众人皆喜。但当夫人和金钏出门的时候，王宝钏马上就把门给关上了，叫母亲赶紧回去，最后以死相逼让他们走。夫人这回不得不回去了，还差点晕了过去。之后金钏偷偷塞给王宝钏一些银票，但王宝钏坚决不收相府的东西，金钏只能无奈地离开了。此时苏龙和魏虎、魏豹在计划着怎么打仗，没想到西凉的人很快就攻打到玉门关了。他们前去瞧瞧，发现居然是凌霄。两人相见了，寒暄了几句，便准备在明日一决高下。隔天，两国士兵开始交战，出战的魏豹和程刚一度落入下风。这时薛平贵来了，他直接一个人对战西凉4个士兵的铜锤阵。凌霄一看到阵法被破，就赶紧撤兵了。而后众士兵拥护着薛平贵，薛平贵让军队的士气大涨。回到相府后，夫人和金钏还一直在想有什么办法能让王宝钏回来。这时夫人突然想到，可以让苏龙回来宣布自己死了，那么王宝钏肯定会回相府的。金钏听完马上跪求母亲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确实是个馊主意啊！就算王宝钏真的回来了，发现骗局后还是会溜走的。所以小姐回来看到你平安无事，她肯定还是会走的。哎呀，那不这样又怎么办呢？只要她回来，就当我真的死了。另一边，苏龙在军营里面十分的生气，因为让程刚作为先锋的失误，导致军队落了下风。而魏虎也不再护着程刚，还叫苏龙惩罚他。于是苏龙直接叫人进来，要将程刚拉下去砍了。
这时薛平贵进来了，苏龙大赞他的能力，薛平贵便趁机为程刚求情，免了他一死。而薛平贵自己也因为此次立功，恢复了先锋官的职位，可喜可贺。是，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谢元帅。画面一转，程刚瘸着腿来找到薛平贵，他十分感谢薛平贵的救命之恩。程刚还直接表示说自己之前想要杀他，但没想到薛平贵能不计前嫌地救自己。他还对薛平贵发誓说自己以后一定会报答此恩情的。不得不说呀，薛平贵这种以德服人的心胸实在是令人佩服，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那以前的事，哎，都说是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魏虎魏豹同在唐营中，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抵抗敌人，你说是不是？是，我明白。谢谢你的宽宏大量。这时凌霄又来下战帖了，两国军队再次正面交锋。大唐这边是魏虎带队，凌霄和魏虎站在了一起，但魏虎不是凌霄的对手。凌霄一剑差点就刺中魏虎之时，薛平贵出现救了他。凌霄这才知道，原来薛平贵就是白袍小将。于是两人约定了3日之后再次单独交锋，这才是真正的高手之间的对决。好，两军交兵为重。那我与你相约，3日后就在此地，你我不带一兵一卒，一决高下。你意下如何？一言为定。告辞。此时的相府里面，丞相十分思念女儿，于是来到王宝钏的绣楼。他想起之前王宝钏离开的那一天，感到很是心痛。这时金钏进来，看到父亲如此低落，就猜想他是不是想念王宝钏了。父亲很是疑惑，称自己之前将苏龙配给金钏，如今的苏龙如此优秀，就证明自己是对的。但为何今日要将魏豹给王宝钏，王宝钏却如此抗拒呢？还能是因为什么？当然是因为爱情了。女儿心里已经有别人了。隔天早上，薛平贵和凌霄在约定的地点相见。凌霄很赏识薛平贵，所以叫他要跟自己去西凉。但薛平贵谢绝了他的好意。期间，凌霄还想要让薛平贵3招，但薛平贵表示不用。随后两人开始比试，几轮精彩的打斗后，凌霄落了下风，最终薛平贵赢了。另一边，银钏和薛琦在大街上闲逛，结果看到了大街上卖手绢的葛青。银钏一眼就看出这个绣花是王宝钏绣的。葛青让银钏照顾一下生意，但银钏却说肯定不会买王宝钏的东西。对啊，忘记了，你跟她是姐妹，难怪你一看就知道是二嫂绣的。好吧，那既然是你妹妹绣的，那你就多买几条吧，好帮助你妹妹嘛。葛青讽刺他根本就没有姐妹之情。银钏听完后很生气，就将薛平贵的近况和王宝钏的情况跟薛琦说。薛琦一听是王宝钏绣的，马上对葛青说，这就算是送给他的，他也不要。画面来到西凉的军营里，凌霄跟代战说自己败给了那个白袍小将，他也一直瞒着那个白袍小将是薛平贵的信息。可代战不相信大唐会有一个武功这么高强的人，于是就吩咐丽娜偷偷去下战帖，不让凌霄知道。隔天早上，薛平贵和代战一起到达了约定地点。两人交战了一会儿后，代战首先认出了薛平贵。薛平贵十分惊讶，代战居然是个女的，但两人还是比试了起来。先不说这些了，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我是西凉的公主。西凉的公主？最后代战不是薛平贵的对手，薛平贵就请他回去之后收兵，代战答应了。可是他也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叫薛平贵有空的时候到西凉去找自己。薛平贵当下别无选择，只能就答应了。此时苏龙适时的出现，将薛平贵夸赞了一番，两人便十分开心的骑着马离开了。草丛里面的魏虎和魏豹看到了薛平贵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而且这个元帅还是个女的，于是他们又在想办法对付薛平贵，不能让他去立功。代战回去之后就跟丽娜说起了薛平贵，还说要回去退兵，但凌霄听到了直接反对，称他在对战的时候肯定是放水了，因为那个人是薛平贵，两人就争吵了起来。薛平贵因为打败了西凉元帅，魏虎和魏豹便请他喝酒。晚上军营里十分的热闹，魏虎、魏豹、薛平贵三人在喝酒，但魏虎和魏豹的酒都是偷偷倒掉的，所以薛平贵没一会儿就醉了。
这时程刚进来宣布西凉已经下了投降书，魏虎和魏豹十分的开心。结果下一秒薛平贵就醉得晕睡了过去。不，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嘿，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这时魏虎拿起刀就要砍薛平贵，幸好程刚从外面急忙进来阻止。他假装是给魏虎出主意，让他们将薛平贵绑在红鬃烈马上，就这样任由他狂奔。而魏豹出主意说要在马背上绑上鞭炮，让他掉下来摔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践踏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此时的西凉军营里，凌霄听到有人来报说红鬃烈马上拖着一个人，他出去一看，却发现原来是薛平贵。凌霄正纠结着要不要杀了他时，代战及时赶到了。代战不允许任何人杀他，后面才发现薛平贵中了毒，于是代战赶紧吩咐他将他带回了大梁。另一边的大唐军营里，苏龙得知了薛平贵失踪的消息后，十分的着急。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下去吧。是。他问薛平贵昨天晚上和谁在一起，魏虎和魏豹都没有属实说。苏龙放心不下，就自己骑着马去西凉军营去见了凌霄。他问薛平贵是否在西凉，但凌霄说红鬃烈马确实回来了，可薛平贵闯进了军营里，被他乱刀砍死了。苏龙听完十分的震惊。凌霄还说自己想要和苏龙过几招，苏龙答应了，两人就这样开始对攻了起来。不过两人点到为止。这时苏龙突然问薛平贵的尸体在哪儿，凌霄表示被他们埋了。他们说记不清埋在哪里了，之后凌霄也不再多谈，毕竟差点就露馅了。然后他就骑马离去了。苏龙回到军营里后，跟魏虎说他们薛平贵遇难的事情，还说西凉已经投降求和了，他们也该回朝了。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他们说平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平贵被当成了奸细，被乱刀活活砍死。西凉那边，大王和王后听到代战打了败仗回来后，感到十分的遗憾。大王说这下又要去进贡了，王后也责怪代战当初就不应该让他带兵。大王回到房间里后，王后叫他喝点水休息一会儿，自己去准备一些补品给大王吃。结果大王在桌子上休息时，突然闯进了一个梦境。梦境里面一条龙在天上飞，还有一个白袍小将自信地坐在龙背上。他大惊问道：你怎么可能坐在龙背上？话说这是不是有点太扯了？难道薛平贵是神仙转世吗？怎么莫名其妙的就成了福星？惊醒后，王后跟大王说代战回来了。此时代战在房间里非常的着急，大夫看着薛平贵的伤势，也直言这个毒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才能治愈。这时丽娜进来说大王和王后过来了，代战便赶紧将薛平贵藏了起来，还让丽娜和大夫不要声张。随后大王和母后过来了，询问了他大唐的事宜后就离开了，还好没有发现薛平贵。画面来到了相府里面，小莲在王宝钏的房间里打扫收拾，她很想念小姐。这时银钏进来了，小莲不小心碰到了她，银钏直接扇了小莲一巴掌。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跪下！二小姐，贱丫头，你分明就是故意的。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随后银钏命人将王宝钏的房间的东西都搬到了自己的房间。小莲跪求银钏不要那样做，就在银钏要砸东西的时候，金钏过来阻拦了。之后金钏见阻拦无果，就扇了银钏一巴掌。银钏便哭着要去找丞相哭诉，两人就来到了大厅。本来正在争吵，这时一个下人来通报说大唐打败了西凉，准备班师回朝了，众人十分的开心。金钏和银钏的矛盾也在这个开心的消息中化解了，但他们还不知道薛平贵遇难的消息。凯旋而归，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是啊，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
西凉那边，薛平贵醒了过来，他看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又看到了代战，就问起了代战自己在哪里。代战告诉他，有人要毒害他，为了救他，自己只能将他带回了西凉。这时大王进来了，王后也十分的生气，就要拿刀刺向薛平贵，结果大王一把将王后拦住了，说自己那个梦中的白袍小将就是眼中的薛平贵。众人都很惊讶。此时的寒窑里面，王宝钏一直绣着花，葛青将饭端进来叫他吃饭，看到王宝钏绣的手绢，他十分的喜欢。虽然手绢好看，但吃饭要紧，于是葛青叫王宝钏赶紧先吃饭。结果饭还没吃下去，王宝钏就恶心的想吐，葛青十分的着急。这时门口进来的葛大一眼就知道王宝钏怀孕了，众人都十分的开心。宝钏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恭喜。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有孕了？不是啊。此时王宝钏又开始想薛平贵了，葛大他们便安慰他，薛平贵肯定可以平安回来，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对，以后我天天做3餐，不对，天天做6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画面来到西凉那边，大王跟王后说，准备将薛平贵赐给代战，因为代战很喜欢他。以代战的性格，肯定是薛平贵不可的。又因为自己做的那个梦，寓意着薛平贵是乘龙快婿。但是王后坚决不同意。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此时的代战的房间里，他正在照顾着薛平贵。代战用含情脉脉的眼神看着他。这时丽娜也不忘助攻一下，小姐姐是真聪明啊！要是他俩成了，你和凌霄也有机会了。镜头一转，葛大进来跟王宝钏说，大唐军队打了胜仗回来，但是没有看到薛平贵。王宝钏本来就有些失落，但葛大赶紧说肯定会回来的，众人皆喜。葛大还说，今天老百姓们都很高兴，要的钱也很多，因为薛平贵快回来了，大家都十分的兴奋。葛青和张伟几个人打闹着，屋内里其乐融融。张伟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说不定当个官，当个将军，那就厉害了。就是啊，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画面来到了相府里，魏虎和苏龙归来，家人们齐聚一堂。但是问到薛平贵时，魏虎就说他因为喝醉了，骑马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苏龙说薛平贵因为骑马闯进西凉，被乱刀砍死了。夫人和小莲十分惊讶，这时银串就在旁边说，王宝钏这个寡是守定了。这句话直接让夫人气晕了过去，金钏和小莲赶紧将夫人给扶进去休息。话说这银钏是亲姐姐吗？怎么对自己的妹妹这么恶毒呢？不盼着她点好。这次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你就放心吧。多谢岳父。隔天，苏龙和金钏来到了寒窑，准备跟王宝钏说薛平贵的消息。王宝钏十分开心地迎接他们。他们看到小莲哭了起来，王宝钏瞬间就慌了。金钏讲不出，只能由苏龙来说。随后，他将薛平贵战死的事情从头到尾地跟王宝钏说了。王宝钏接受不了，直接晕了过去。而后，一群人围在王宝钏的床边，金钏准备将她带回去，但小莲赶紧阻止，说这样是行不通的。果然还是贴身丫鬟了解自己的小姐呀，王宝钏就算是回去了，也还会再逃出来的。小莲便请求金钏让自己留在这里照顾王宝钏，金钏答应了，还拜托葛大他们好好照顾自己的妹妹。王宝钏醒来后不愿意相信薛平贵战死沙场的事，她伤心欲绝，还准备自尽。幸好被葛青和小莲拦了下来，葛大也赶紧过来劝王宝钏，让她将孩子好好生下来，他们会好好的将这个孩子养大成人的。随后，王宝钏对着葛大、张伟跪下，几个人也纷纷跪下。王宝钏感谢众人对自己的帮助，一群人瞬间痛哭流涕。二嫂，谢谢你，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你的。宝钏，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
而西凉那边，代战正搀扶着薛平贵，薛平贵就向他表示，等过几天自己的伤好了之后，就回去中原。代战赶紧挽留，说中原有卫虎卫豹要追杀他。代战有事离开后，丽娜就直接对薛平贵说，如果大王知道了王宝钏的消息，肯定会将他给杀了。薛平贵十分的惊讶，丽娜就威胁他，只有留在西凉才可以保大唐的安全。话说妹子，咱们这么说话可就没意思了，你留得住人还留得住心吗？而且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就牺牲别人吧。此时凌霄找来了代战，劝他将薛平贵送回中原，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代战大惊，马上就猜出了母后要凌霄去追杀薛平贵，可代战却舍不得将薛平贵给送回去，他还对凌霄表示自己对他的感情很是依赖，而不是爱，自己只是将凌霄当成家人。凌霄听完之后十分的难过，但最后他还是不死心地问代战，如果薛平贵没有出现，他会不会跟自己在一起？代战直接说不会，凌霄瞬间就懂了。凌霄便跟代战说，王后派自己去杀了薛平贵，叫代战放薛平贵回中原去，否则性命难保。但代战还是不同意，他求凌霄帮帮自己。而后代战去求大王，让自己嫁给薛平贵。这大王虽然同意了，但王后却很不同意这门婚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她比孤王还倔强，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那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不行吗？此时薛平贵在亭子里想着王宝钏，这时冲出来一个黑衣人准备刺杀他，但代战出来拦住了黑衣人。不幸的是，代战被黑衣人刺中了胸膛，黑衣人顿了顿就离开了，感觉是熟人呐。随后代战在薛平贵的怀里，然后被带进房间治疗。大夫说差一点就刺中了心脏，幸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公主的刀伤很严重，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刺入多深啊？只要再插入半寸，就会要了公主的性命啊！而且这凶手有点用力过猛。代战醒来后，大王和王后也赶来了，两人十分关心代战的伤势，而代战的态度十分的强硬。他说，如果要杀了薛平贵，那自己也不会活。顺便他还给凌霄使了个眼色，凌霄便无奈地对大王和王后请求取消自己和代战的婚事。王后听完十分的惊讶，便立即询问原因。凌霄就说自己虽然很爱代战，但代战嫁给自己是不会幸福的，所以只能成全他们。真是一个好男人呐，爱而不得，也很悲伤了。本来王后是不同意的，此时代战又激动了。其实他早就知道那个黑衣人就是王后，所以祈求母亲让自己和薛平贵在一起。大王便让他好好休息，然后先离开了。如果你真的不答应，那我宁愿那一剑再刺身半寸。代战，你知道那一剑是我。画面一转，大王王后将凌霄给叫了进来，一而再地询问他是否要真的取消婚事。凌霄说是真的。大王便说要将丽娜许配给凌霄。凌霄犹豫了一会儿后，心想为了代战还是答应了。话说兄弟，虽然很想为你鼓掌，但你又不爱人家，娶人家干嘛呢？这又不是伤了另外一个女孩的心吗？随后王后得知薛平贵在中原居然还有发妻，凌霄便表示薛平贵执意要将他的发妻接过来。王后听完命令凌霄去杀掉他的发妻，也就是王宝钏。凌霄应下了。王后，即使代战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嫁的，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王后，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这次王后将薛平贵叫了过来，薛平贵在王后面前表得不屈不挠。王后问他是否要去中原接亲人，薛平贵没有否认。王后怕他去了之后就不回来了，于是就给薛平贵吃了一颗千里催魂丸，到时候必须要回来，要不然就会直接死掉。薛平贵吃了下去。王后发现薛平贵是一个十分高傲的人，于是对他说，等他再回到西凉的时候就要和代战成亲，还奉劝薛平贵要好好对待代战。王后的态度也是十分的强硬。另一边，王宝钏和葛大他们在埋葬薛平贵的东西。王宝钏将薛平贵之前的白袍切下来的一角给留了下来，用这个来怀念他。他们还给薛平贵立了一个坟墓。王宝钏哭诉着，让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他们的孩子。随后王宝钏叫小莲回去，但小莲哭着求小姐让自己留下来。葛大几人也劝王宝钏，王宝钏最终被小莲感动了，就将她留了下来。不得不说呀，这个丫鬟是真的很忠心，果然近朱者赤。
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啊，小莲，你真好。此时，凌霄和薛平贵来到了中原，将薛平贵给安置了下来，周围都有西凉的人看管。出去后，凌霄命人前去武家坡寒窑，将一个叫王宝钏的人给杀了。薛琦也在魏府里面给薛平贵立了个牌位，为他上香，为他哭诉着。薛琦表示自己十分后悔上次见面时和薛平贵吵了架，他还开始诉说自己对薛平贵的感情，说自己小时候就已经喜欢他了。没想到这段话被藏在柱子后的魏豹听到了，魏豹十分的惊讶，原来薛琦现在还喜欢薛平贵。他十分的生气，又想起了相爷叫他娶王宝钏为妻，于是他就心下决定，准备娶王宝钏。他心里想，薛琦先对不起自己在先，自己问心无愧。但魏豹却没有听到薛琦后面讲出他对自己的好，让薛平贵好好保佑他们的幸福，真是可惜了。魏豹回到房间里后十分的郁郁，他其实已经爱上了薛琦。本来丞相提出要娶王宝钏时，他对薛琦就十分的愧疚，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了。我对薛琦一直有愧疚之心，但现在听到薛琦说的这些话后，这些愧疚就消失了。而后魏豹叫了几个人跟着自己去武家坡接三小姐，结果这件事被薛琦听见了，于是他立即前去寻找王宝钏。可这妹子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巧不巧，这时候他在大街上遇到了小莲，于是他叫小莲带自己去见王宝钏。而后薛琦来到了寒窑里面，跟王宝钏说丞相让魏豹来抢他。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爹他之前跟魏豹说让他来抢你。来抢我？我爹为什么叫魏豹来抢我？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这时葛大也来了，葛大和张伟便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们跟着魏豹说王宝钏被自己卖给别人当小妾了，说完就准备收拾东西离开。这时魏豹带着人过来了，他在武家坡遇到了一个瞎了眼的乞丐，于是叫他指路，并将他带到了寒窑。而后这名乞丐说王宝钏已经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但魏豹不愿意相信，还命人将寒窑给砸了。王明，哎，在，把这都给我砸了。是。都打了啊！好，那边。另一边的王宝钏等人奋力逃跑，幸好躲在了草丛旁边，才躲过了魏豹的追击。魏豹在路上发现了薛琦，薛琦问他来武家坡要干什么，没想到却被魏豹质问他与薛平贵的事情，问得薛琦哑口无言。薛琦最后说出自己还爱着薛平贵，魏豹听完十分的生气，便决定一定要娶到王宝钏，还让薛琦哪里来的就回到哪里去。此时凌霄带着薛平贵来到武家坡找王宝钏，两拨人就这样完美的错过了。而后他找到了一个乞丐，乞丐说葛大将王宝钏卖到了隔壁县里，还说他是自愿被卖的，拿了钱。没事没事，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你有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薛平贵得知后悲痛不已，这时他看到寒窑被砸了，旁边的菜也被糟蹋了。薛平贵想起了与王宝钏的种种，又想到王宝钏因为自己死了就去改嫁，顿时感到十分的失望。话说兄弟，你也有点自私了吧？别说你还没死，就算你真的死了，难道真的忍心让王宝钏为你守寡吗？人家可是正值青春呢。这时薛平贵又看到了王宝钏为自己立的坟墓，他十分的震惊。他心里想着，王宝钏如果能守得住寡，就不会改嫁了，所以对王宝钏误会就更大了。他转而又十分的愤怒，还直接将墓碑给推倒了，心里断了寻找王宝钏的念想。兄弟啊，你要用脑子好好想想，就该知道王宝钏不是那种为了钱改嫁的人，不然当初她也不会嫁给你，还和家里断了关系。我留着这个断袍有什么意义？
薛琪回到魏府后就准备服毒自杀，但服了一半后，银川和魏虎赶来阻止了他。怎料薛琪下一秒就晕了过去，银川赶紧叫大夫来医治。另一边，魏豹听到薛琪服毒自杀的消息后，就赶紧下去找他。这时候他又看到了薛琪手写的遗书，上面都是对魏豹的情谊。魏豹看完后后悔落泪。这时候薛琪也醒来了，魏豹便对薛琪诉说了自己的情谊，两人终于互相表达了对对方的感情。琪，你为什么要这么杀我？你为什么自杀呢？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我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小琪，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魏豹说自己误会了薛琪，才生出了要娶王宝钏的念头，两人就这样说开了。你们俩这么快就和好了，那主角呢？此时王宝钏在客栈里醒了过来，但她发现自己的孩子没了。小莲就赶紧安抚王宝钏，大夫说是因为她的胎位不正，又没有喝安胎药，再加上东奔西跑，所以导致孩子没了。王宝钏这下直接崩溃了，她觉得自己再也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了。小莲赶紧拦住王宝钏，葛庆也来劝阻。之后王宝钏回到寒窑，看到薛平贵的墓碑被人推倒了，于是赶紧将坟给立了起来。王宝钏吊念完孩子后，心里暗暗地想自己也会陪着薛平贵去的。之后几个人将王宝钏的孩子埋在了薛平贵的坟旁边，葛青等人都含着泪看孩子的衣服埋下去。一切安置好后，王宝钏看到了坟墓旁边有薛平贵的缎袍，他感到十分的奇怪，因为这是另外的半截，自己的半截一直在他身边。再回想起那天和薛平贵分开的场面，王宝钏觉得十分的奇怪。如果是魏豹毁掉了坟墓，那肯定会将坟墓给全毁掉。王宝钏心想，一定是薛平贵回来了，于是大喊薛平贵，叫他赶紧出来。葛青、葛大等人十分的震惊。这时，葛青拉过葛大和张伟，他猜想王宝钏是不是因为伤心过度，然后脑子出问题了。葛青等人为了让王宝钏不再有自杀的念想，都配合他找薛平贵。回到寒窑里后，王宝钏重新振作了起来，气色也好了很多。小莲说等下要给他买衣服，王宝钏便问小莲的钱从哪里来的。原来小莲的钱都是金钏的私房钱。王宝钏得知后十分的自责，让这么多人为自己操心。这时张伟进来了，他拿了几块糕点给王宝钏吃，还偷偷叫小莲出来。他塞给自己从大街上买的糕点，说自己特意留的。好家伙，看来你们也有感情线呢。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啊？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这你不吃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而葛大在旁边看到两人的互动，就过来神助攻了一下，张伟也顺势表白了。没想到这差点吓到了小莲，最后在葛大的撮合下，小莲表露出了自己对张伟的喜欢。张伟十分激动，但小莲却害羞地逃走了。你们这两个虐狗的，考虑过王宝钏的感受吗？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真的？那太好了，小莲。干什么你？另一边，凌霄带着薛平贵回到了西凉，代战十分的开心。随后他跟大王和母后提出了自己与薛平贵的婚事，但是大王却表示必须要薛平贵入西凉，否则不能娶代战。而后薛平贵说出自己的3个条件：第一，虽然他入西凉，但他还是大唐人士；第二，不要兴兵犯唐；第三，就是以后找到亲人后，允许自己接他们过来住。大王和王后觉得没什么可为难的，所以都同意了。代战也十分的开心，与薛平贵跪谢父王和母后。这时候大王和王后也顺势将丽娜赐给了凌霄。好家伙，感情这就是所谓的成双入对，结婚都要凑个双数。不过薛平贵，你这个大猪蹄子怎么这么快就变心了呢？丽娜，还不快叩谢皇后！谢大王王后。过了几天后，薛平贵、代战与凌霄、丽娜的婚礼如期举行了。两对新人叩拜完大王后，就结束了仪式。薛平贵和代战回到了婚房里，代战诉说了自己之前对薛平贵的情谊。薛平贵表示非常的感谢他。
但这个时候，他想起了自己在中原的亲人，薛平贵怎么也想不通，原本要和自己同甘共苦的人，这次回去怎么也遇不到他。代战便安慰他说以后可以回去再找，但薛平贵却说不找了。紧接着两人就开始圆房了。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另一边的丽娜独守空房，等到都快要天亮了，凌霄还没有回来。而后凌霄醉醺醺的进来了，他借着酒消消愁，两人还因为代战的事情吵了起来。最后凌霄扔下丽娜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丽娜十分的伤心。此时的相府里，魏虎将小莲给抓了回来，并被银川拿着鞭子暴打。哼，你这死丫头，今天要是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二小姐，别打了！还想跑？看你往哪儿跑！小莲被打得浑身是伤，这时金钏进来了，他立即阻止银钏，可银钏还是没有停下来，所以金钏用自己的身子去挡，最后他不小心被银钏打了一鞭子。苏龙进来之后，看到媳妇金钏被打伤后，十分的生气，于是就拿起鞭子好好教训银钏。结果打了几下之后，魏虎就进来阻拦了，几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替你教训一下这个心狠的女人。苏龙，我告诉你，今天你敢动我老婆，我就跟你没完。好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好，那咱们就试试看。夫人听到吵闹声音也赶来了，她看到小莲被打得奄奄一息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她同时还狠狠地训斥了银钏，之后就将小莲扶下去疗伤了。回到房间后，小莲跟夫人说出了王宝钏孩子没了的事情，众人十分的伤心。夫人直骂丞相王允，还说要找他算账，都是他害的王宝钏。随后夫人就找到了丞相，直骂他害了王宝钏。王宝钏就是为了躲避魏豹，才导致孩子没了，丞相也十分的痛心。但银钏夫妇却说，如果将王宝钏许配给魏豹的话，要多少孩子都可以。这些话被苏龙训斥了，夫人也被银钏气到了，打了他一巴掌。画面回到了西凉那边，代战不解为何薛平贵这么优秀却无人赏识，薛平贵便自嘲说，因为无人赏识，所以就来到了西凉。而代战觉得大王年纪已高，希望薛平贵能够继承西凉的王位，但薛平贵觉得现在还早。没过一会儿，代战突然恶心想吐，薛平贵就赶紧叫人扶他回房间休息了。随后薛平贵将他带进了房间，大夫说代战确实有孕了，众人都十分的开心。但丽娜听到代战怀孕后并不是很高兴，而是想着之后王位的事情。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人家是第一次游戏嘛，当然不知道了。哎呀，这孩子！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这时凌霄过来了，他将代战怀孕的消息告诉了他，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不过凌霄说自己并不在乎那个王位，他还说自己也要争气，跟丽娜有个孩子。丽娜听完十分的高兴，但她还是下定决心要给凌霄争皇位。看来姐妹情深，在心爱的男人面前，一切都是浮云呐。此时的相府里面，夫人大骂丞相嫌贫爱富，所以才导致王宝钏流产了。两人争吵不休，丞相还说出了气话，要将夫人给赶出来。好在金钏和苏龙过来劝阻，最后丞相气得直接走了。这老头到现在都没知错，觉得自己没问题，真是冥顽不顾啊。画面回到西凉那边，丽娜来看望代战。此时代战的肚子已经微微凸起了，他给代战带来了八宝粥。代战看到这个新鲜玩意儿十分开心，便赶紧吃了几口。丽娜叫他多吃几口，然后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话说这粥不会有问题吧？果然没一会儿，代战的肚子就突然疼了起来，侍女赶紧扶他回到床上。公主，肚子好痛，怎么会这样？快看太医，快看太医！是，我的肚子。公主，公主。这时大夫过来了，看到代战喝的东西后，就知道他是因为吃了薏仁才导致有小产的迹象。大夫嘱咐薛平贵不能让代战吃薏仁。薛平贵有些疑惑，平时丽娜跟代战很好啊，怎么会加害于他呢？公主，你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哎呀，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代战的肚子越来越大了，薛平贵对她十分的照顾，两人也是恩爱有加。薛平贵天天陪着代战，终于迎来了生产那天。只见代战艰难地生着孩子，费了很多力气才生了出来，是一位皇子。不久后，代战的肚子又大了，这天下着雪，这次又顺利地生下了一位公主。现在可以说是儿女双全了，妥妥的人生赢家。不过薛平贵老哥，你还记得王宝钏吗？人家也为你怀过孕呢。哎呀，怀胎10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代战。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小二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画面来到大堂里，葛大和张伟在城外看着自己之前的伙伴，现在拿到钱都没有拿回来交。葛大和张伟就在庙里等着两人，两人说自己也是迫不得已。这时大猫来了，并表示全城的乞丐差不多都加入了大猫帮，就他们还没有加入。葛大坚决要离开，大猫就叫人打他们，还将葛大和张伟的腿给打断了，场面十分的凄惨。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给我拉车！大哥，大哥！又过了几年，代战和薛平贵一对儿女长大了，他们向大王和王后请安。代战请求大王让薛平贵批阅奏折，大王便答应了让他试试。而丽娜躲在一边听到了这件事，就赶紧告诉凌霄，但凌霄显然没有那么在意，还说自己批阅奏折累了，这样的决定也好。但丽娜却数落他，两人瞬间争吵了起来，气得丽娜直接离开了。此时的寒窑里，王宝钏越发消瘦，葛青于心不忍，但王宝钏却丝毫不在意。他还表示，不就是粗茶淡饭吗？也许是今年闹灾，葛大和张伟才收成少。没一会儿，葛大和张伟互相搀扶着进来了。葛青一看到大哥伤得这么严重，就询问事情的经过。得知真相后，他气得要去找大毛报仇。镜头转到大庙里，大毛正在搜刮乞丐们的钱。这时，葛青闯进来了，与大毛开始对打。但葛青不是大毛的对手，所以被大毛打得奄奄一息，直吐鲜血。之后，他回到寒窑里，葛大和王宝钏看到葛青伤得这么重，顿时十分着急，将他扶到了床上。几天后，葛青的伤好多了，葛大和张伟也能下地走路了。于是王宝钏担任起了照顾大家的任务，准备上山找野菜吃，然后到处采摘野菜。但是这些野菜没有油，葛青抱怨这几天一直吃这些菜，吃的都想吐了。葛大便说要活命就得吃这些。此时王宝钏端着菜进来后有些尴尬，就叫他们赶紧吃，过几天安排一些好吃的菜来。然后他说自己在外面吃，葛青出去看王宝钏才发现他正在吃着清水煮菜。葛青瞬间明白，原来王宝钏把肉都给他们吃了。葛大几人顿时十分自责。话说薛平贵在那边娶妻生子，王宝钏却过得这么惨，真是令人心疼啊。这会儿小莲出来上香，碰巧遇到了张伟，还跟说魏虎这几天要整治长安，所以大猫有可能会被抓走。张伟听了十分的开心。小莲又问起王宝钏，但张伟之前被王宝钏嘱咐过不要告诉小莲实情，所以他就说王宝钏过得不错，小莲这才放心。聊了几句后，两人便依依不舍地分开了。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这天大王准备去打猎，他心情极好，因为有了凌霄和薛平贵处理朝政，自己才有可能过得十分的轻松。可是过了几个时辰之后，大王却被抬了进来，原来他摔下了山间，导致昏迷不醒。太医来诊治后说，大王摔断了肋骨，刺破了内脏，可能活不久了。启禀王后，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大王是摔断了肋骨，刺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王后，你坚强一点，快去找别的太医来。臣遵旨。不一会儿，大王觉得自己命不久矣，便坚持说出了最后的嘱托，他要将王位传给薛平贵。在场的人都十分的惊讶。大王的丧事办完之后，王后召集了大臣商议王位的事情。这些大臣分成了两派，分别站在薛平贵和凌霄。代战和丽娜在朝堂上也吵得不可开交，被王后制止后，凌霄便提议薛平贵来担任王位，但薛平贵又将王位传给了凌霄。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
后来凌霄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以将王位传给薛平贵，但兵权交给自己保管。这个提议被王后采纳了，于是他封薛平贵为王，但兵权由凌霄所管。凌霄和丽娜回到住处后，两人就因为代战争吵了起来。丽娜让凌霄用兵权将薛平贵推翻，这个想法让凌霄十分的震惊。其实凌霄争取兵权只是要留住薛平贵而已，也是为了代战的幸福。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所以他表示自己会好好辅佐薛平贵处理政务，其他的事情是不会做的。但丽娜却不罢休，她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要帮凌霄争取王位。晚上，一个黑衣人在薛平贵和代战的房间里下了迷烟，迷晕两人后就准备将他两人杀掉，幸好被凌霄拦下了。他们交战了一会儿，黑衣人就被凌霄刺中腹部后，凌霄这才发现此人是丽娜，于是他赶紧将她接住。话说这丽娜是真的作死啊，嫁给心爱的人还不够，还要争取更高的权利，贪心不择蛇吞象啊！我没救了，丽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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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代战和薛平贵也醒了过来。丽娜马上对代战道歉，又对凌霄倾诉自己已经后悔了，托付了几句后就去世了。凌霄十分的痛心，但丽娜怎么也醒不过来了。而后的西凉朝堂上，薛平贵顺利登基，身边有凌霄协助自己，对西凉的治理更加的好了。又过了几年，代战和薛平贵的儿女都长大了，两兄弟在比试，没想到竟然争吵了起来。薛平贵和凌霄化解了两兄妹的矛盾后，他们就聊了起来，两个人都很感慨这几年的时光。另一边，葛大和张伟在城门口乞讨，听到一些商人在谈论西凉的大王。话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们怎么还在乞讨呢？就不能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吗？回到正题，他们听说那个大王是中原的人，而且那个人姓薛。葛大和张伟便上去打听，那个商人又说叫什么薛平贵，还说薛平贵娶了西凉的公主。葛大瞬间就知道了，那个西凉的大王就是薛平贵。随后他问商人自己能不能跟着他们的车后面，商人说能给他们提供娱乐就行。商人说1-2个小时后就出发，葛大和张伟就赶紧回去准备。葛大回去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宝钏，王宝钏十分的激动，还要跟着葛大一起去。但是他的身体不适合长途跋涉，张伟便提议让王宝钏写信给薛平贵，这样薛平贵看到信就会回来的。由于时间紧迫，王宝钏只能撕下自己的裙摆，然后咬破自己的手指，等血流出来当成墨水，写下自己18年来的遭遇和倾诉，一字一句都侵入了自己的毕生的情感。写完之后，葛青和葛大就开始启程去西凉了。但葛大和葛青跟了车队没几天就被甩了，他们只能一路靠着乞讨，然后将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编成小曲小调。百姓们听了十分的有趣，便纷纷给葛大银子。他们一路唱着歌，终于来到了西凉。之后，葛青和葛大在大街上打听到，原来的西凉的大王是薛平贵。紧接着又打听到薛平贵在外打猎，于是两人就打算去野外寻找他。哎呦，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儿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只见两人在野外的草丛中看到了一对军马，仔细一看，还真的就是薛平贵。葛青兴奋地叫了起来，结果意外地被薛平贵当成了猎物，下一秒葛大就中了薛平贵一箭。两人被官兵抓着来到薛平贵面前，葛青一来就直骂薛平贵，这一骂让薛平贵认出了他和葛大，于是立刻将他们给送进宫里。你还算是人吗？大胆！慢！你是？我是葛青，你不记得了吗？我是葛青啊！收起兵器。葛青哭诉着这几年受的苦，代战和薛平贵连连安慰，两人的误会也终于解开了。这时，在一旁的葛大醒了过来，刚才的那段话他听到了，但是还是给了薛平贵一个巴掌。他控诉着他的罪行，干得漂亮啊，葛大，该打还是得打，谁让他是个负心汉呢？薛平贵称自己回去找过他们，但听到王宝钏改嫁之后，自己就再也没有继续寻找他们了。葛大说，王宝钏还在寒窑里等着薛平贵，并将王宝钏写的血书扔给了他。
薛平贵将血书捡起来一看，瞬间痛哭流涕，后悔不已。保存他，真。葛大说薛平贵无情无义，还将他狠狠地骂了一顿。葛青也说王宝钏为了他们能吃饱，将好的东西都留给他们吃了，而自己吃的是桑叶煮白开水。薛平贵听完十分自责，直骂自己，最后竟然口吐鲜血晕倒了。太医治疗之后表示薛平贵是气急攻心导致的，代战十分的着急。随后薛平贵醒了，他吩咐下人去找桑叶，桑叶找来之后还说要烫一下再拿过来。野菜马上就拿过来了，只见薛平贵夹起吃下去，实在是难以下咽。身边几个人尝了一下，都表示这不是人吃的。薛平贵十分的痛心，他难以想象王宝钏和葛大他们这18年来是怎么过来的。你确实应该反思啊！人家一个千金大小姐，因为你沦落到这般田地，你却是在西凉吃香的喝辣的，还娶妻生子了。吃了18年。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薛平贵回想起王宝钏和自己在一起的场景，又想起王宝钏为自己和他父亲3击掌。这时凌霄过来找薛平贵，跟他说自己去找过葛大，知晓了他和王宝钏的事情。薛平贵表示王宝钏为了自己苦守着寒窑，自己必须回到中原找他。凌霄起先是不同意，他当初拿了兵权就是防止薛平贵离开代战，所以不同意薛平贵前去中原。但当薛平贵将王宝钏的血书递给他一看，凌霄一看，瞬间被王宝钏苦守18年的情谊感动到了。于是他就给薛平贵献计，要怎么离开西凉。好家伙，这转变是不是太快了？不过好在凌霄是个拎得清的人，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否则薛平贵想回中原就难了。之后凌霄去找葛大和葛青，将葛大的腿医治好了，还给葛青治了咳嗽的药。然后他给葛大和葛青安排了马车和黄金100两，叫他们赶紧回到中原。葛大原本十分不屑，但一听薛平贵也要一同回武家坡去见王宝钏，便连连对凌霄表示感谢。哎，大王，他给我看了王宝钏的血书，我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所以我答应大王会帮他离开西凉。但是你们必须要先走。凌霄说自己当初是阻止薛平贵去找王宝钏的，自己现在也是在赎罪。此时薛平贵和代战正在吃饭，薛平贵因为受伤所以没喝酒，但劝代战喝。代战在此期间拿了能让薛平贵出关的令牌，随后就醉倒了，薛平贵顺势将令牌拿走了。之后薛平贵带着令牌离开了，凌霄将白马牵了过来，帮助他回中原，并且为薛平贵善后。隔天代战醒了过来后，看到了自己身边的孩子，他们说王后喝醉了，就在身边照顾他。代战一看薛平贵不在，便紧张地问孩子们他的去向。孩子们如实相告，表示父王去中原了。代战瞬间就慌了，他还发现自己的令箭不见了，肯定是薛平贵拿走的，一时间竟十分的气愤。凌霄进来后，代战便质问他，凌霄只能如实说，薛平贵骑着红鬃烈马回到中原去了。另一边的薛平贵一路骑着马，连闯了2关，而代战和凌霄在后面追。薛平贵一看守门的将军居然是当年的程刚，两人相认之后十分的激动。真的是你啊，薛老弟，真的是你，快搬开！是。真的是你。程刚还将当年魏虎怎么害他与自己怎么救他的事情跟薛平贵说了一遍。没过一会儿，代战就带着一队人马冲了过来，程刚赶紧给城门关了。此时代战在底下喊话，叫薛平贵出来，薛平贵只能让程刚打开城门。当薛平贵出来之后，代战十分生气，就要拿剑杀了他，好在一旁的凌霄拦住了他。代战质问薛平贵为什么冲回中原，薛平贵只能将王宝钏的血书拿出来给他看，并且他对代战坦白，这是自己在中原的结发妻子。代战气得直接扇了薛平贵一巴掌，并且要杀了他，但是又被凌霄给拦了下来。凌霄问薛平贵解释了之后，代战才稍微冷静了下来。
表妹，你要真杀了他，你可就没有夫君了呀！其实代战是担心薛平贵回中原以后再也不回来了，但薛平贵对他承诺自己会回来的，只是需要1年半载。代战听了薛平贵的承诺后，才同意让他走。离别时，代战十分不舍，一连叫了薛平贵好几声后，才让他离开。他还叫薛平贵带着4个贴身侍卫走，薛平贵同意了。这就是那个经典的问题：选择白玫瑰还是朱砂痣？薛平贵的态度自然是小朋友才做选择，大人全都要。王后你真好。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见到大王的发妻，就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可以有半点怠慢，都听到了吗？是。之后，薛平贵骑着快马一直赶路，几天后终于到了武家坡，但他在村口一直犹豫着不敢进去。这时，他看到了路边的草丛中有一个女子在挖野菜。薛平贵想起了血书上面写着王宝钏一直挖野菜充饥，于是他猜出这人就是王宝钏。他心里想着自己现在穿着华服，王宝钏可能会不认识他。而后他主动上前搭话，王宝钏果然没有认出他，还一脸的防备。于是薛平贵用流氓的语气来调戏王宝钏，他说自己有个朋友叫薛平贵，托他拿一封家书来给王宝钏，所以现在要去找他。为什么要找我？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太正经？你认识王宝钏吗？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就告诉我，告诉我呀，告诉我吧。王宝钏见状，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王宝钏。薛平贵听完，瞬间就激动了，抱住了他。王宝钏吓得跳开了，还问薛平贵要家书，但薛平贵却表示自己把家书给弄丢了。王宝钏十分的着急。话说，虽然这么久没见了，但长相应该不至于变化太大吧？王宝钏怎么会认不出薛平贵呢？之后，王宝钏问起薛平贵过得怎么样，薛平贵就胡编乱造。他说他在西凉做生意，还说他只会吃喝嫖赌。薛平贵将王宝钏调戏一番后，他还说薛平贵因为赌博将他卖给了自己，吓得王宝钏赶紧躲开。是你的卖身契。卖身契？对呀，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放手！放手！要钱养亲的。放开我！王宝钏现在十分失望，因为薛平贵不但一去不回，居然还将自己卖给了别人。薛平贵问他为什么会改嫁，王宝钏就哭诉着说，将自己为何谎称改嫁的事情经过说了出来，同时他还将失去孩子的事情说了出来。说着说着就要去寻死，吓得薛平贵赶紧拦住了他。随后王宝钏十分激动地跑回寒窑，还将薛平贵拒至门外。这时薛平贵说出自己就是薛平贵，但王宝钏不相信。薛平贵只能将血书拿出来证明自己就是薛平贵。而后王宝钏对薛平贵控诉了自己这几年所受的苦，他还说要自尽在寒窑内，吓得薛平贵赶紧跪了下来，也要自尽。王宝钏这才让他进来。平静之后，薛平贵将自己这18年的所有经历都说给王宝钏听。王宝钏一听到薛平贵在西凉娶了别人，就更加心凉了。我在寒窑日夜等你，你却在西凉享尽荣华富贵。隔天，葛大葛青也回来一起团聚，几个人终于将误会解开了。王宝钏说要回相府给父亲祝寿，但其实是算账。此时的相府里面十分热闹，众人都十分的开心。但门外，王宝钏穿着破旧的衣服出现在门口，小莲赶紧将她给领了进来，然后去给相爷通报。相爷的脸色瞬间变得沉重。之后，王宝钏跪下给相爷祝寿，但是却被银钏和相爷一顿讽刺。话说你们还是一家人吗？怎么这么刻薄呢？只见王宝钏起来后就质问魏虎，18年来薛平贵的军饷为何没有给自己？魏虎让相爷不要相信王宝钏的胡话，银钏也准备将他给打发走。但王宝钏准备表示，如果薛平贵没死的话，那么军饷是否能够作数呢？魏虎便说，如果薛平贵没有死，那么自己就将这18年的军饷照给他。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我一定把18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没错，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10倍奉还。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当然算数。爹，你就别叫我爹了。此时夫人也出来作证，看来一场大戏就要开始了，演员们已经就位。
而苏龙表示，如果薛平贵没有死，自己也会帮忙查清楚这18年的军饷到底去了哪里。随后，小莲将薛平贵给领进门，众人看到穿着华丽衣服的薛平贵都十分的惊讶。这小子之前不是个穷困潦倒的破乞丐吗？怎么现在混得这么好了？你真的是薛平贵？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久违了，魏将军。薛平贵与众人问好后，就拿出一块金子给相爷，准备赎小莲的身。此时银串讽刺地说：“10个金子也不够。”不料薛平贵直接拿出来100两金子，问相爷够不够。好家伙，大王就是财大气粗啊！夫人见状，连忙叫薛平贵收回金子，自己会做主给小莲赎身的，然后将王宝钏领进去叙旧了。只见夫人和王宝钏抱在一起，互诉思念之情。娘，宝钏，我的好女儿啊！你们2个都难过了，宝钏回来应该高兴才是。夫人和金钏准备给王宝钏梳妆打扮，小莲就将王宝钏领下去打扮了。夫人还感觉自己在像做梦一样，金钏就安慰她这一切都是真的，夫人便放心了。王宝钏打扮完十分的漂亮，还将薛平贵的玉佩给戴了起来。这妹子也是不容易啊，终于可以漂漂亮亮的了。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夫人进来看到王宝钏打扮好后，也十分的开心。此时金钏跟王宝钏都认为魏虎应该正在头疼这18年的军饷，要连本带利的一起给他要回来。夫人在一旁十分赞同，表示魏虎就该得到惩罚。这时王宝钏说自己如果跟薛平贵回去西凉的话，那么可能就回不来了。夫人和金钏十分的疑惑，小莲就跟他们说，如今薛平贵已经当上了西凉的大王。夫人和金钏都十分的震惊。好家伙，当年那个没出息的穷小子，这转变也太快了。怎料这话被银钏听见了，于是赶紧跑去跟相爷说薛平贵是西凉的大王。几个人瞬间就慌了，因为西凉的大王可以直接觐见皇上，那么魏虎的罪行就会被皇上知道。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什么事？快说。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西凉大王？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得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随后魏虎跟相爷献计，表示薛平贵现在是西凉的大王，那么来大唐肯定是有目的的，于是叫相爷将他给抓起来。随后相爷将薛平贵叫来当场对质，问出他是西凉大王的身份后，便冲进来一队官兵，准备将薛平贵抓起来。带队的将军是刘毅，刘毅质问薛平贵是不是要来打探大唐的虚实。苏龙本来是想为薛平贵辩解，但是被相爷打断了。相爷表示此关事关重大，叫刘毅赶紧把人抓起来。于是刘毅就将薛平贵抓起来审问了。刘毅说他看起来是一个正人君子，为何要去当西凉的奸细呢？他看薛平贵十分的眼熟，但是又想不起来是谁。薛平贵便将自己的经历告知了他。刘毅得知了他的经历后十分的感慨，这时他突然想了起来，薛平贵的容貌与如今的皇上十分的相似，他表示需要留薛平贵观察2天，还安排他和皇上相见。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不敢。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哦，来了，这一天终于来了，薛平贵飞黄腾达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到了。另一边，小莲将薛平贵被抓起来的事情告诉了王宝钏，王宝钏十分的着急。之后夫人和王宝钏来问相爷为何要这么做，相爷却十分理直气壮，表示自己要保护大唐的安危。苏龙和金钏为薛平贵辩解，表示他只是想接回王宝钏，但看到王宝钏过得如此困苦，所以才来相府理论的，并不是想要攻打长安。但相爷不愿意相信。王宝钏听到这儿就要去救自己的丈夫，谁来阻拦都没有用。随后苏龙帮助他见到了刘毅将军，刘毅看到王宝钏胸前的玉佩，就叫他将玉佩给自己看看。刘毅一看便认出了这块玉佩是自己的妹妹的，于是赶紧询问王宝钏。王宝钏如实的说，薛平贵是一个被叫薛浩的人收养的，而托付给薛浩的人是一个叫做叶兴的公公。
并且薛平贵的身上还刺了一个温字。刘毅听完瞬间激动的大喊：终于找到了！转身他就跟王宝钏说，薛平贵就是当今圣上的皇子。王宝钏和苏龙都十分的惊讶，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画面一转，苏龙和王宝钏回到相府，准备将这个消息告诉相府的人。紧接着，王宝钏就对相爷说，经过刘毅将军的盘查，查出了薛平贵是皇上失散多年的皇子。在场的人得知后，除了大惊就是大喜。好家伙，刚刚还是西凉的大王，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为了皇子，这谁受得了啊？他没死，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西凉王？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他是来接王宝钏的。之后，薛平贵前去面见皇上，皇上看到他身上刺的字和玉佩，马上就相信了眼前的人就是自己的皇子，两人激动地抱在了一起。父皇，皇儿，父皇，皇儿！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随后，薛平贵表示自己已经在西凉当了大王，不愿争大唐皇子的位置，但皇上坚持要立他为皇太子，薛平贵只能遵旨。话说这两重身份在手，薛平贵以后怕是很为难呐。此时，丞相在府上想着，薛平贵居然成为了皇太子，那么自己很快就要晋升为国丈了。薛平贵肯定会给自己加封3级，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禁暗喜。话说，糟老头子，你难道忘记了自己之前是怎么对待薛平贵的了吗？人家不教训你就不错了，你怎么还想着升官呢？这时，魏虎和魏豹过来了，也对丞相泼了一顿冷水，表示他之前侮辱过薛平贵，而且还接二连三地阻止他立功。相爷听到这里，立马就慌了，魏虎便献计叫他杀了薛平贵，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将他推翻。相爷本来十分犹豫，但在魏虎和魏豹的怂恿下，他还是答应了。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是说杀薛平贵？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弟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而后，他将原本想要恭贺皇上寻回太子的奏折改为了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这一幕被躲在外面的苏龙听到了，他隔天赶紧去皇宫告诉了皇上，相爷和魏虎勾结，准备派兵包围皇城。皇上一听，气得晕了过去。这时，只有薛平贵冷静地分析，叫人前去通知了代战公主，带兵过来援助。好家伙呀，还好及时找回了薛平贵，不然这皇位呀，怕是要易主了。此时，代战来到了城门外面，正准备硬闯时候，程刚急急忙忙地冲出来，将他给放了进去。代战和凌霄便带着一大队士兵冲了进去。另一边，魏虎带着军队冲进去厮杀，闯了一关又一关。到皇宫里面时，刘毅带着士兵前来迎战，但魏虎的军队十分的凶猛，刘毅和苏龙敌不过，便赶紧撤退，将城门给关上了。我倒要看看这皇宫到底有多少储备粮食，我就这样围着你们，看你们能坚持几天。另一边，王宝钏来到魏府找魏豹，他劝说魏豹不要再做错事了，包围朝廷是重罪。魏豹被王宝钏给说动了，但是他对王宝钏说，如果薛平贵当了皇上，恐怕自己就要遭殃。王宝钏便继续劝说，如果现在能够撤兵，并劝魏虎赶紧投降，那么自己也会劝薛平贵从轻发落的。魏豹也表示自己其实是想和薛琦好好过日子的，最终他也被王宝钏说服了，并表示自己的虎符就交给了他，但是他希望薛平贵能够饶了魏虎，王宝钏答应了。这时薛琦过来了，不过却误会了魏豹对王宝钏还念念不忘。只见薛琦咬着牙对魏豹说自己准备了酒菜，期间薛琦一直在敬魏豹酒，魏豹虽然感觉不对劲，但还是将酒给喝了下去。喝了几杯酒之后，魏豹直吐鲜血，薛琦承认了自己下了鹤顶红，但他自己也喝了，这是想同归于尽呐，妹子太刚了。随后薛琦质问魏豹为什么要杀死薛浩，魏豹十分的震惊。最后他倒在了薛琦怀里，感慨自己能和薛琦死在一起也是挺好的。我现在觉得
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另一边，代战和凌霄的军马冲了进来，与魏虎的军马厮杀成了一片。最终，他们成功的将魏虎给制服住了。刘毅感谢代战和凌霄的救援后，便要去捉拿叛逆丞相王允。此时的相爷府上，刘毅带着官兵来捉拿王允，不让他做任何解释。刘毅将军问魏虎的家属是谁，然后将银串也给抓走了。是啊，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魏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呀。相爷，刘将军，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这时，苏龙急急忙忙地赶过来，跟薛平贵说：“皇上快不行了。”薛平贵着急地赶回宫内。转眼就过了1个月，薛平贵顺利登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免收税务1年，紧接着就是加封重臣。薛平贵先是封叶兴为忠义王，然后又封自己的养父母为太公，入宗府，最后封薛齐为德贤郡主，将他们都厚葬了。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齐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他为德贤郡主。而后，薛平贵又封刘毅为太师，封苏龙为太傅兼丞相。接下来就是罚了。他先是让王允跪拜觐见，只见王允从百节楼梯跪着上来，薛平贵准备将他赐死，于是下了斩立决。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1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而王允被官兵拖出去的时候，碰到了皇后王宝钏，他跪求王宝钏救自己。王宝钏不忍心自己的父亲被赐死，便叫王允放心，自己进去会求皇上开恩的。王宝钏进入朝堂后，先行了跪拜之礼，皇上当场封她为当今皇后。但王宝钏站起来后又跪了下去，他求薛平贵饶了王允，但薛平贵却无动于衷。这时，苏龙来到王宝钏的身边，明着叫他不要给皇上添麻烦，但却小声地对王宝钏说用苦肉计。王宝钏马上就明白了，于是继续跪着求薛平贵饶了王允。但薛平贵说念在王宝钏的份上，可以留王允一个全尸。这急得王宝钏说，如果皇上不答应，那么自己也会跪在殿前上18年。同时还表示自己在寒窑苦守18年，却等来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王宝钏一心一意苦守寒窑，等我丈夫18年，而等回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薛平贵听完无奈地说，王允犯的罪自己无法开恩，还叫王宝钏不要为难自己。王宝钏便表示，如果不饶了自己的父亲，那么他也不愿意成为皇后，忠孝难两全。下一秒，王宝钏就要撞死在朝堂之上，幸好苏龙和刘毅拦住了。薛平贵只能急忙答应了他，饶了王允。这时金钏和夫人也来了，王允对夫人表示自己已经后悔了，让夫人去求皇上，让他们老夫老妻还能在一起，但夫人没有吭声。随后金钏和夫人被宣进殿，薛平贵封夫人为太后，夫人十分的感激。而后他向薛平贵求情，让王允和自己在万寿宫一起生活。薛平贵又让人将王允给带进来，封他为老太师，未经自己允许不能离开万寿宫半步，这算是最大的开恩了。去吧。皇上，你呀，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谢谢。紧接着，皇上又册封金钏为一品夫人，不用宣诏就可以进宫与王宝钏一聚。最后，薛平贵将魏虎和银钏带上来，魏虎被处死，朝廷上无人求情，只有银钏在旁边哭喊。而银钏也被赐了金饭碗，让他在长安街乞讨。画面来到了长安街头，银钏拿着金碗，怎么也讨不到东西。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悔不已。拿好，走。别给我这个碗，我不要这个碗，我情愿要一个破碗。这时金钏和太后来找他了，他们见到银钏知道后悔了，便将他带回了宫内。其实这是王宝钏让金钏来找银钏的，银钏十分后悔，她非常感激地跪谢皇后娘娘。
大殿上，薛平贵封葛青为如意公主，封小莲为吉祥公主，还准备给他们挑选如意郎君，这可把葛青给激动坏了。紧接着他又封葛大为为逍遥王，封张伟为自在王，而后又赐婚张伟和小莲，众人皆喜。最后代战出场了，他参拜完皇上后就准备起身，但此时有大臣说上面坐的是皇后娘娘，可代战不服，表示自己也是明媒正娶的。皇上十分为难，就让小莲去传话，叫代战不要让自己为难，这气得代战就要离开。代战的2个孩子就来劝他，表示皇后娘娘人很好，于是代战就参拜了皇后。只见王宝钏将他扶了起来，然后对代战表达了感激之情，这让代战觉得王宝钏的为人十分友好，也就不那么计较了。2人友好的场面让薛平贵十分的开心，而后赐封代战为西宫，协助王宝钏处理后宫。此时西凉太后到了，几个人都十分的开心。太后看到王宝钏也十分赏识，然后宣凌霄觐见，薛平贵便将西凉的王位传给了他，并与凌霄称兄道弟，众人皆喜。至此，这部剧也告一段落了。